在远离地球的推拜星上，这地方看着就不太太平。马卡洛夫这通火发的可不小，对着异界来的流浪者大喊：“你给我听好了！”在他眼里，这帮人的所作所为已经彻底破坏了这个世界的平衡。他越说越激动，让对方赶紧收手，别再挑战这里的秩序了。结果白恩夏根本没往心里去，完全把这些话当成了耳边风。他问旁边的塞雷西亚：“这老头到底在嘀咕什么呢？”看来这番话是白说了。白恩夏已经准备好动手了，他问身后的召唤物：“兄弟们，知道该干什么了吧？”他这一认真，对面这帮人就彻底没戏了。白恩夏只下了一个命令，把他们全宰了。马卡洛夫这下是真急了，直接下令全军开火，想靠火力压制把这些怪物拦住。可他还是想得太简单了，这些东西根本就不是活人，而是跨越了生死界限的死灵。普通的攻击打在他们身上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让他们冲得更凶了。马卡洛夫还没来得及撤退，死灵士兵已经杀到了跟前。他这辈子估计都没见过这种不要命的打法。这老头刚想骂人，结果下一秒长剑就直接捅了过来，这下是真的彻底玩完了。就算被砍成碎片，这些怪物还是能站起来。这下马卡洛夫的军队彻底绝望了，这已经不是在打仗了，简直就是死神在活人堆里散步。不管怎么反击，对方根本连躲都不躲，连骷髅都拿起了弓箭，每一箭射出来就意味着防线又多了一个缺口。这种力量根本不是人类能挡住的。紫色的魔法刷的一下炸开，对面的阵型瞬间就成了摆设。还没完呢，真正的狠角色才刚露面，这下连逃跑的机会都没了。这紫色的邪气一冒出来，那些刚倒下的士兵还没凉透就被这股力量拽了起来。能随心所欲操控这些死灵的人终于露面了。白恩夏踩着满地的尸体，语气里全是嫌弃，就只有这么点完整的尸体吗？这就是不死军团的最高统帅死灵法师白恩夏，他根本没打算给对面留活路，直接发动了死灵召唤。唰的一下，原本已经死透的怪物再次发出了刺耳的尖叫。对面的法师们这下全看傻了，这根本不是他们能对付的级别。放眼望去，漫山遍野全是披着斗篷的骷髅，这下别说反击了，能不能留个全尸都得看运气。白恩夏看着刚转化的骷髅，语气里全是嫌弃，这就是马卡洛夫带出来的兵，也就这点水平了。对面还没死透的法师拼命，一记火球直接砸了过来，可这种挣扎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根本没。他就是白恩夏，那个被称作冥界之主的传说死灵法师。他根本没打算浪费时间，直接下达了最后的通牒：全军开火！唰的一下，无数道紫色光束冲天而起，这哪是打仗啊，这简直就是死神的收割现场。马卡洛夫看着满天的紫光，整个人都懵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招惹的到底是多恐怖的存在。这紫光唰的一下砸下来，惨叫声立马连成了一片。刚才还叫嚣的精锐部队，现在全成了待宰的羔羊。救命声还没喊完，人就彻底没气了。马卡洛夫这下彻底懵了，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手下一个个在紫光里倒下，这种压倒性的力量根本就不是一个次元的。硝烟散去，满地都是横七竖八的尸体。刚才还热闹的战场，现在静得让人发毛。白恩夏踩着尸体慢慢走过来，语气冷得像冰渣子：“马卡洛夫，现在就剩你一个了，你还打算继续反抗吗？”马卡洛夫看着眼前的废墟，嘴里一直念叨着：“不可能，这仗打到这份上，他还有什么底牌能翻盘吗？”马卡洛夫到现在都想不通，区区一个人类怎么可能强到这种离谱的程度？可白恩夏根本没打算给他解释，手指轻轻一划，紫色的传送阵刷的一下铺满了视线。就在这一片刺眼的蓝光中，那个手持巨镰的恐怖身影终于降临了，这就是冥界的摆渡人卡戎。白恩夏看着已经走投无路的马卡洛夫，语气里全是嘲讽：“既然你已经底牌出尽了，那就让卡戎送你最后一程吧。”马卡洛夫看着眼前的卡戎，心态彻底崩了。他指着白恩夏大喊：“你竟然能使唤冥界的生物，这种力量根本就不属于人类！”他觉得白恩夏是在破坏世界秩序，手里举起一团火球，打算拼死一搏。可卡戎根本没打算跟他废话，巨镰刷的一下抡了过去，两股力量撞在一起，火光和蓝光炸得满天都是。马卡洛夫还在那歇斯底里的叫唤：“你这混蛋，怎么敢对我动手？”但这会儿叫的再大声也没用了，卡戎的镰刀已经到了跟前。卡戎这一镰刀下去，马卡洛夫连哼都没哼一声，脑袋就直接搬了家。这位不可一世的大魔导师，最后竟然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白恩夏看着地上的尸体，语气里听不出一点同情。马卡洛夫，你之前杀了我那么多次，现在居然还问我是不是人类？他走到马卡洛夫的残骸边上，冷冷地丢下一句话：“如果你早点把东西交出来，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就在这一片狼藉的战场上，白恩夏终于找到了那个发光的东西。他伸手一捞，一条闪着蓝光的项链落入掌心，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宝贝——雨神之泪。白恩夏死死攥住项链，整整100年了。自从掉到这个鬼地方开始，他等这一刻实在太久了，熬过了成百上千次死劫，甚至连死亡都成了家常便饭。白恩夏苦苦追寻了100年的愿望，终于要成真了。他对着虚空喊了一声：“塞雷西亚！”话音刚落，这位和谐女神就出现在了战场上。白恩夏攥紧手里的项链，只要拿到了这个，我就能回去了吧？回到那个日思夜想的地方，地球。塞雷西亚在那儿拼命点头鼓掌，看起来比谁都激动。白恩夏心里泛起了嘀咕：你笑得这么开心，是不是巴不得我赶紧走？塞雷西亚赶紧摆手解释，说只是替他感到高兴。但在白恩夏眼里，这个所谓的和谐女神其实就是个不靠谱的冒牌货。白恩夏盯着眼前的塞雷西亚，想起刚被困在这里70年的时候，这所谓的女神还挺能装，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结果现在呢，完全成了个跑腿的小跟班。白恩夏甚至在想，临走前是不是该再给他上一课。塞雷西亚倒是急得不行，催着赶紧开始，还说白恩夏身上的死气太重，万一把女神之泪弄坏了就麻烦了。白恩夏冷笑一声，果然没那么简单。既然核心法术已经到手，剩下的就是最后一步了。巨大的传送阵已经开启，塞雷西亚却突然泼了盆冷水。他说跨越维度是有代价的，搞不好这一趟回去，这一身通天的本事可就全都要打水漂了。塞雷西亚还在那儿碎碎念，说自己已经提前打过招呼了，要是回去之后出了什么岔子，可千万别找他算账。白恩夏被念叨的头都大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你到底要说多少遍才肯罢休？他深吸一口气，看着脚下亮起的传送阵，这一刻终于要来了，我终于能回家了。可就在传送开启的一瞬间，一个念头突然冒了出来，我在这里待了100多年，那地球上的时间是不是也过去了100年？如果真是这样，那我的妹妹现在又会变成什么样？想到这儿，他心里突然有点没底了。就在传送的光芒快要淹没一切时，白恩夏突然喊了一声：“喂，塞雷西亚！”塞雷西亚吓了一跳，赶紧应了一声，结果白恩夏只是淡淡的说了句谢谢。这突如其来的温柔直接把塞雷西亚给整不会了，这还是那个杀伐果断的死灵法师吗？白恩夏看着塞雷西亚，当初你说能带我回家，我还以为你是在忽悠我，结果兜兜转转这么多年，这回是真的要走了。他最后还不忘损一句，你好歹也是个半神，以后出门长点心，别老是被人按在地上摩擦。白恩夏难得露出了个笑脸，轻声说了句保重，接着整个人就被传送的光芒彻底淹没。看着空荡荡的大厅，塞雷西亚这下反倒有点不自在了。你要是早点这么客气，我之前坑你的时候心里还能多点负罪感，不过事已至此，后悔也来不及了。塞雷西亚看着传送阵最后的余光，既然你这脾气没救了，那回去之后至少让你换个可爱的样子重新开始吧。唰的一下，白恩夏从天而降，直接砸进了一堆废墟里。他骂骂咧咧的爬起来，这塞雷西亚也太不靠谱了，就算要传送，好歹也找个干净点的地方吧，结果直接把他扔进了垃圾堆。他环顾四周，这地方看着有点眼熟，脚下是粗糙的柏油路，远处传来了汽车的鸣笛声，霓虹灯晃得人眼晕，高楼大厦一座挨着一座，街上全是急匆匆赶路的西装男。白恩夏愣住了，这不就是他朝思暮想的地球吗？消失了100多年，他竟然真的回来了！白恩夏兴奋的直跺脚，我终于回来了，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地球啊！看着周围熟悉的街道，他总算松了口气，谢天谢地，这里跟我走的时候没啥两样。现在他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赶紧整瓶冰可乐爽一下，这100多年可把他憋坏了。可就在他路过橱窗，下意识往玻璃上一瞅时，整个人直接僵住了。这镜子里的小姑娘是谁啊？他赶紧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这触感不对劲。白恩夏彻底傻眼了，这镜子里的人该不会真的是我吧？他突然想起塞雷西亚之前说过，传送可能会有副作用，说是会削弱他的力量，可没说会让他返老还童啊。这下麻烦大了，他还没来得及适应这个新身份，一抬头竟然又发现了更不得了的事情。白恩夏还没从变小的打击中缓过劲，就被一个冒失鬼撞了个满怀，直接在大庭广众之下摔了个狗吃屎。撞人的男人赶紧道歉，哎呀，抱歉抱歉，小朋友你没事吧？白恩夏这下彻底炸了，小朋友，你竟然敢管堂堂冥界之主叫小朋友？他刚想发作，给这帮没见识的凡人一点颜色看看，结果身体却先出了状况，这感觉不对劲，怎么心跳的这么快？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压住了。周围的人全围了上来，大家都在小声嘀咕，这孩子长得真可爱，是不是外国人啊？白恩夏哪见过这种阵仗，以前别人见到他都是跪地求饶，现在却被一群人用这种眼神盯着看。一个男人伸手想拉他起来，关心地问了一句，还能站起来吗？白恩夏彻底懵了，这种前所未有的压迫感，难道就是塞雷西亚说的副作用？体内那股排山倒海的力量，现在正被几道无形的枷锁死死扣住，这种感觉简直比死还要难受。不管他怎么挣扎，这股压制力都完全不讲道理，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旁边的男人还在那儿瞎操心，喂，小朋友，你到底哪不舒服啊？白恩夏现在连话都说不出来，他能感觉到这具身体正在发生某种可怕的变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故事要从10年前说起，那时候地球突然全乱套了，到处都是传送门和怪物，这就是所谓的大灾变。谁也没想到，好好的日子说没就没，爸妈就这么被埋在了废墟里，连个告别的时间都没留。更绝望的是，白恩夏在被怪物袭击的时候，身上突然冒出一阵强光，就这么凭空消失了，眼睁睁看着亲人丢了，这换谁受得了？可谁能想到，这只是所有噩梦的开始。这大块头可不好对付，普通攻击根本不破防。男人大喊：“法师团，全部火力瞄准他的脸！”火光直接把怪物给吞了。看来这招确实管用。就在这节骨眼上，真正的杀招才刚要露头，有人大喊：“就是现在！”白瑞夏等的就是这一刻。白瑞夏提着长枪直接冲了上去，这一下非要给他捅个对穿不可。白瑞夏这一枪直接奔着怪物的命门去了，这力道根本没打算给他留活路。轰的一声，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大块头，现在彻底成了废墟。这就是大灾变之后被系统选中的觉醒者，也就是大家口中的猎人。他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清理这些没完没了的地下城和那些要命的怪物。白瑞夏作为一名 A 级猎人，这种场面他早就见怪不怪了。战斗结束，剩下的就是些琐碎的收尾工作，得赶紧把报告交上去才行。刚打完怪，白瑞夏
就接到了警察局的电话。这地方平时可跟他没交集。电话那头的人还没说完，白瑞夏整个人都愣住了。你说谁？我姐姐？这怎么可能呢？失踪了10年的亲人，说出现就出现了。白瑞夏马不停蹄赶到警局，拉着警察反复确认，这孩子真说是我姐姐。警察指了指长椅那边，白恩夏一直缩在那儿发抖，嘴里还神神叨叨的。凑近一看，这哪是什么普通小姑娘？白恩夏正咬牙切齿的念叨，要把这帮人全变成骷髅，通通送去见冥王。白瑞夏一开始还以为是谁在跟他开这种恶劣的玩笑，毕竟记忆里的姐姐根本不是眼前这个小不点。但对于一个找了家人10年的人来说，哪怕只有1/1000的可能，他也得死死抓住了。为了搞清楚真相，白瑞夏直接带人去做了鉴定。这结果一出来，连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医生拿着报告单说，基因匹配度高达99.9%，虽然长相变了，但他确实就是失踪多年的白恩夏。白瑞夏这下彻底懵了，他看着旁边缩成一团的姐姐，心里五味杂陈。就算再怎么不敢相信，铁一样的事实就摆在眼前。医生推了推眼镜，解释道，白恩夏现在的性格大变，很可能是经历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就是所谓的回归者综合征。在医生看来，白恩夏之所以自称什么冥界之王，其实是为了在极端环境下保护自己才产生的自我暗示。看着姐姐这副受惊过度的样子，白瑞夏心疼的不行。他在另一个世界到底遭了多少罪啊？白恩夏在一旁小声嘀咕，根本不是那回事好吗？医生最后还特意嘱咐，白恩夏现在的社交恐惧症很严重，嘴里老是说些听不懂的胡话，情绪也非常不稳定。作为监护人，一定要寸步不离的守着她。白瑞夏看着眼前这个失踪了整整10年的姐姐，虽然心里还有一肚子疑问，但只要人能回来比什么都强。就在那一刻，白瑞夏在心里暗暗发了誓，不管姐姐变成了什么样，以后都由她来守护。他轻轻唤了一声夏，白恩夏愣了一下，显然还没适应这个久违的名字。白瑞夏笑着对他说，别怕，现在已经没事了，咱们回家。日子过得飞快，转眼1年时间就这么过去了。这天一大早，白瑞夏的嗓门就在公寓楼里响了起来。夏，他风风火火地推开门，看着屋里那个没精打采的身影，气就不打一处来。白瑞夏开启了老妈子模式，你是不是昨晚又熬夜打游戏了？老这么熬着，身体哪受得了？就算不出门，好歹也得起来动弹动弹啊！白恩夏有气无力地哼了一声，这哪还是什么冥界之王，分明就是个被妹妹管得死死的宅女。白瑞夏一边准备出门，一边叮嘱，今天要去工会开会，冰箱里有饭记得自己热着吃。白恩夏缩在被窝里，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满地都是耳机和空可乐瓶，这日子过得确实够颓废。白瑞夏还没说完，晚上咱们出去吃，在我回来之前赶紧把自己洗干净，不然我就亲自动手帮你洗了。一听这话，白恩夏赶紧答应，毕竟姐姐要是真动起手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白瑞夏无奈地叹了口气，这哪是养姐姐，简直是养了个祖宗。交代完最后一句，才推门走了。屋里总算清静了，白恩夏躲在被子里嘀咕，妹妹真是越来越像老妈了。时间1分1秒过去，从早上7点半到快9点，再到中午12点40，这觉睡的是真沉。白恩夏终于射得露头了，外面的阳光晃得他直难受。不知不觉回到地球已经整整1年了。曾经那个叱咤风云的白恩夏，现在彻底变成了个宅女。这一觉直接睡到了快1点，白恩夏现在算是彻底进化了，成了一个完美的家里蹲。每天的生活节奏那是相当固定。第一步，先解决白瑞夏留下的午饭，一边吃还得一边刷视频。看着屏幕里的战斗，白恩夏忍不住吐槽，这水平也太菜了吧。吃饱喝足，重头戏才刚开始，那就是全身心投入到排位赛里。这架势简直比当年在异世界拼命还认真。白恩夏一边操作一边喊，这大招是这么放的吗？结果呢，屏幕上大大的失败2个字，这下心态彻底崩了。评论区也是吵得不可开交，谁能想到曾经叱咤风云的白恩夏，现在竟然在为了游戏胜负跟人隔空对线。白恩夏这下彻底破防了，居然有人敢在网上叫他老古董，这下键盘可遭了殃。虽然心里想把对面挫骨扬灰，但现实里也就只能拿桌子撒气。这一通火发下来，嗓子干得快要冒烟了，结果拿起可乐瓶一晃，坏了，最后一滴也没了。看着窗外的阳光，白恩夏心里那叫一个抗拒，但为了这口续命水，他还是决定挑战一下这个世界的最高难度副本。便利店店员正发着呆呢，结果推门进来的这位直接把他给看傻了，这哪是来买东西的，分明是个成精的白蚕宝宝。没错，那个传说中的可乐毛毛虫，他又出现了。白恩夏裹着大被子一路小跑，这造型确实挺考验店员的心理素质。等回到家关上门，白恩夏感觉会儿都飞了一半，虽然差点没当场交代在那，但好歹是靠自己把这瓶续命水给弄回来了。外卖员这一嗓子差点没把白恩夏的魂给吓飞了，光顾着在网上跟人对线，连自己点过饭这事儿都给忘了。他轻手轻脚的挪到门口，确认外面没人了，才敢开个缝。还好现在都能网上支付，不用跟人打照面，这简直是社恐人士的救命稻草。接下来的流程那叫一个标准，炸鸡配直播，这大概就是宅女的最高享受了。看着屏幕里的热闹，白恩夏这顿饭吃的是真香。等最后一块骨头啃完，他往椅子上一瘫，整个人彻底进入了闲整模式。这种混吃等死的日子，他居然已经过了一整年。曾经那个满级的大佬，现在连出门见个活人都费劲，变成这样也算是个必然结果。毕竟这一身的本事全没了，换谁心里都得崩。不过他也不是打一回来就这么颓废的，当初为了重回巅峰，他其实也折腾出不少动静。
看着电视里那些风光的回归者，白恩夏当初也觉得自己行，毕竟在异世界待了那么久，谁还没点压箱底的本事？那时候他满脑子都是重回巅峰，甚至还给自己制定了一堆秘密计划，觉得只要按部就班，死灵法师的身份迟早能拿回来。结果现实直接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不管怎么折腾，那些招数全都没了动静，就像从来没存在过一样。折腾了1个月，他终于认清了现实，这根本不是努力就能解决的事。那一刻，他彻底放弃了挣扎。回到现在，白恩夏盯着电脑屏幕，觉醒这种事概率比中彩票还低，既然没那个命，还不如老老实实当个普通人。可就在这时，屏幕上又出现了那个熟悉的名字，白瑞夏又上新闻了。同样是回归者，两人的处境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看着屏幕里的白瑞夏，白恩夏忍不住感叹，这简直就是国民级的超级大明星。作为全国不到100名的 A 级猎人，白瑞夏现在可是风头正劲，不仅是新闻里的常客，连各种大牌代言都拿到手，简直就是无数人心目中的偶像。说起来，白恩夏现在能心安理得的在家啃老，全靠这位能干的妹妹在外面打拼。但这种混吃等死的日子，他也确实是过够了。白恩夏猛地一拍桌子，这种颓废的生活必须在今天画上句号。虽然之前尝试过很多次都失败了，但这次不一样。他手里握着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看着这颗散发着紫色光芒的晶石，白恩夏知道所有的材料终于都凑齐了。他深吸一口气，准备开始这场迟到了1年的仪式。虽然嘴上说着已经放弃了，但内心深处他从来没打算就这样平庸一辈子。最近他总算摸到了点门路，这块不起眼的低级模式就是他翻身的唯一机会。虽然这里面的死亡气息不是他自己的，但白恩夏心里有个大胆的想法，既然脑子里的死灵知识还在，那能不能借用别人的力量来施法？这要是真能成，那他这死灵法师的名号可就真要重新响彻天际了。白恩夏深吸一口气，成败就在这一举了。他直接发动了仪式，随着一阵紫光亮起，周围的气氛一下子就不一样了。看来这法子还真有戏。虽然现在还没完全找回感觉，但这种事他以前干过成千上万次，只要开了头，剩下的就全是肌肉记忆了。这种感觉错不了，咒语真的生效了。白恩夏死盯着眼前的能量波动，这股力量比预想的还要狂暴，一下子就把他整个人都给吞没了。这动静闹得实在太大，强光晃的人根本睁不开眼，感觉整个屋子都要被掀翻了。完了，这下彻底玩砸了。白恩夏一边咳嗽一边后悔，早知道这招威力这么猛，当初就该找个没人的空地去折腾，现在把家里搞成这样，回头真不知道该怎么交代。不过看着手心里残留的气息，白恩夏还是忍不住笑出了声。费了这么多劲，总算是让他给成了。白恩夏这回是动真格的了，咒语念得那叫一个霸气，听这词儿，感觉是要把什么绝世魔王给喊出来。白恩夏大喊一声：“起来吧！”带着被人类砍头的怨恨，重新站到这个世界上来。无头骑士杜拉汉，听这名字就让人后脊梁发冷。谁能想到这黑灯瞎火的，他还真敢整这么大的阵仗？结果呢？烟雾散去之后，出来的竟然是这么个玩意儿。所谓的无头骑士，居然是用吃剩的炸鸡骨头拼出来的，这反差也太大了。白恩夏自己都看傻了，忙活了半天就召唤出个这。看来这白恩夏的复兴之路还有的磨呢。白恩夏正在做测试，右手、左手，这小东西还挺听话。憋了这么久，白恩夏终于喊了出来，成功了！这下总算能重新用死灵魔法了。他现在整个人都玩嗨了，嚷嚷着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冥界之主回来了，还不忘拽着小骷髅问：“你也挺高兴的吧？”以前只在理论里存在的实验，这回总算是成了。不过白恩夏心里清楚，这次能有这么大的突破，全是因为那个人。在觉醒者遍地的韩国，死灵法师可是个稀罕职业，想找点死亡能量做实验，简直比登天还难。就在白恩夏发愁的时候，他在直播间里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人，这就是宋夏言，一个刚出道的新人主播，正带着他的骷髅小弟整活呢，说是要表演百步穿杨，让骷髅把他头顶的苹果射下来。结果这小弟手一抖，直接给自家主人开了个瓢，宋夏言当场就炸了。明明练习的时候挺稳的，怎么一开播就拉垮？弹幕里全是看笑话的，说他这水平也就只能卖萌了。可宋夏言心态稳得不行，挨了骂还能笑呵呵的继续练。白恩夏在屏幕后面看傻了，这操作简直是在浪费天赋，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决定亲自下场给这新人指点迷津。宋夏言正对着手机发愣，弹幕里突然冒出一个叫地狱领主的，在那指手画脚教他怎么处理召唤材料。本来这种弹幕宋夏言完全可以当没看见，可他偏偏是个实诚孩子，还真照着做了。没过几天，宋夏言在开播的时候，身后的骷髅兵明显大了一圈，这战斗力看着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这下宋夏言彻底服了，干脆拜了这位地狱领主当老师，天天追着人家要反馈。白恩夏虽然现在没啥实权，但脑子里的竞技知识多的是，叫个新人还是绰绰有余。两人就这么隔着屏幕，一个敢教一个敢练。白恩夏也没想到自己随手带的徒弟竟然成了他翻盘的关键。宋夏言心里也过意不去，总觉得白拿人家好处不合适，就问老师想要点什么补偿。白恩夏本来只是想打发时间，可看到这句话，他突然反应过来，这不就是最好的机会吗？他直接给宋夏言发了条私信，想要点充满死亡能量的模式，只要这东西一到手，他的计划就能正式开始了。手里的魔石能量被抽得一干二净，白恩夏这回总算是舒心了。虽然死灵能量用完了，但好在手里还有几块备用的魔石，这点消耗根本不算什么。这次实验简直是大获成功，白恩夏已经在心里打好了算盘，这下
总算能挺起胸膛，跟妹妹白瑞夏证明自己不是个废人了。以后在这个家里，她也是能顶半边天的存在。正美着呢，房门突然被推开了。白瑞夏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回了家。白恩夏刚想显摆一下自己的成果，结果抬头一看，这气氛明显不对劲。白瑞夏压根没看什么魔法实验，他的注意力全在地上那堆垃圾上。早起交代的任务是一样没干，反倒是外卖盒子堆成了山。这下人赃并获，白瑞夏连银行卡的消费记录都翻出来了。炸鸡配可乐，这日子过得确实挺滋润，但在白瑞夏眼里，这就是典型的欠收拾，解释也没用了。白恩夏直接被亲姐姐像拎小鸡一样一路拖进了浴室。什么冥界之主，在暴怒的妹妹面前通通不好使，这下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仅的被按着洗澡，白瑞夏还当场下达了死命令，从今天起，家里的外卖彻底被禁了。几天时间一晃就过去了，白恩夏现在正面临人生中最大的危机。这地方简直就是地狱，到处都是人，对他这种人来说，简直比进地下城还难受。偏偏这时候，妹妹白瑞夏出远门做任务了，没个4-5天回不来，家里没人能帮他跑腿。要不是鼠标关键时刻掉链子，正好卡在晋级赛最关键的一局，他这辈子都不想踏进超市半步。网购根本等不及，现在每一秒钟都是在掉分啊！白恩夏只能硬着头皮在这人山人海里玩前行，只要拿到那个特定的型号，他就能立刻杀回去。费了9牛2虎之力，总算在货架角落找到了宝贝，东西是拿到了，可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看着前面排长队的收银台，白恩夏感觉这比让他去单挑 BOSS 还难。这最后的一关到底该怎么闯过去？白恩夏正排着队呢，人群里突然炸开了锅，有个男人扯着嗓子大喊：地下仓库发现地下城种子了，而且马上就要爆发了。话音刚落，红光刷的一下把整间超市都给吞了，这下想跑都来不及了。等白恩夏再睁开眼，周围全变了样，这哪还是什么超市啊？到处都是阴森森的铁链，这地方分明就是个吃人的地下城。白恩夏这下彻底懵了，身边全是手无寸铁的普通人，这要是真打起来，后果简直不敢想。超市这下彻底乱成了一锅粥，到处都是尖叫和哭喊，有人拼了命地想打电话报警，可这种地方哪来的信号？白恩夏现在简直生不如死，本来就是个重度社恐，现在这动静简直要把他吵疯了，他只能死死捂住耳朵，心里求着这些人赶紧闭嘴。就在场面快要失控的时候，一个男人站了出来，他大吼一声让全场闭嘴，说在地下城里大喊大叫，那纯粹是在给怪物报信。原来这家伙是个见习猎人，他打算带大家趁怪物还没散开，赶紧找机会逃出去。大伙儿一听有专业人士带路，立马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人群开始跟着男人移动。可白恩夏现在这状态，根本连路都走不动了。有人发现他不对劲，但这大难临头的，谁又能顾得上谁呢？那个带头的见习猎人发话了，说带着这种拖油瓶，大家全得死在这儿。一位女士还想拉他一把，结果也被催着赶紧跟上。就这样，白恩夏被彻底丢在了原地。可谁能想到，他反而长舒了一口气，终于清静了。刚才那些人在耳边吵个不停，简直就是行走的负面 buff。不过清静归清静，现在的处境还是挺麻烦的。手里这块魔石，根据上次实验的经验，根本撑不了多久。这要是没点底牌，今天真就交代在这儿了。就在这时候，他突然想起个宝贝，那是妹妹白瑞夏之前映色给他的一条防身项链。这东西不仅能发求救信号，关键时刻还能保命。想起当初妹妹赛项链的时候，白恩夏还觉得是多此一举，现在看来，这简直就是救命的稻草。虽然妹妹还在攻略别的地下城，想赶过来没那么容易，但现在除了相信她，也没别的招了。白恩夏把心一横，直接拽开了求救信号。这一下能不能活命全看天意了。画面一转，在另一个阴森森的洞穴里，先遣队刚结束1天的战斗，正准备原地扎营。女法师倒是挺乐观，觉得明天就能收工回家了。可旁边的男人却一脸严肃，提醒他这可是B3级的地下城，稍微一走神，命就要交代在这儿。女法师压根没当回事，毕竟白瑞夏就在这儿坐镇呢，有这种顶级战力在，哪还有什么好怕的？可就在这时候，白瑞夏突然停下了动作，他察觉到怀里的感应器亮了，那是他留给姐姐最后的保命符。这下麻烦大了，白瑞夏心里清楚，要是没出天大的事，姐姐绝对不会动那个项链。白瑞夏胸前的感应器突然爆发出刺眼的亮光，这动静把旁边的队友都吓了一跳。男人赶紧凑过来问瑞夏，这信号是怎么回事？白瑞夏整个人都僵住了，系统面板上清清楚楚的写着白恩夏在首尔恩平区的地下城发出了紧急求救。这下他脑子里全乱了，姐姐怎么会跑到地下城里去？还偏偏是在这种时候，队友还在后头追着问到底出什么事了。可白瑞夏现在哪还有心思解释，他二话不说，一把抓起旁边的长枪，这架势是要直接硬闯出去了。队友在后面嗓子都喊破了，问他到底要去哪。可白瑞夏头也不回的冲了出去，现在谁也拦不住他，毕竟姐姐的命可全系在他一个人身上了。白瑞夏这回是真急了，可偏偏这时候路被堵死了，放眼望去全是 B 级的毒蜘蛛，这阵仗摆明了是不想让他过去。白瑞夏脑子里全是姐姐的样子，那时候白瑞夏只会掉眼泪。白恩夏看了比谁都火大，他当时就告诉自己，谁要是敢动手，就直接给我打回去，绝对不能让人瞧不起。这哪是在清理怪物，这简直是在泄愤。挡路的蜘蛛连惨叫都来不及，就全成了碎片。白恩夏当初放过狠话，要是妹妹搞不定，当姐姐的肯定会把对方揍扁。现在谁敢动白恩夏一根汗毛，白瑞夏绝对会让这地方变成所有人的坟场。
这一声姐姐叫的白瑞夏心都要碎了。挡路的怪物再多也没用，这杆长枪挥起来，根本没人能近他的身。哪怕这些毒蜘蛛叫得再惨，也拦不住一个要救姐姐的妹妹。这下子整个地下城都要被他掀翻了。这动静闹得也太大了，女法师和身边的队友全都被眼前的景象给镇住了。男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一边擦汗一边嘀咕：白瑞夏以前就有这么强吗？女法师盯着那个背影，心里也直打鼓。以前总觉得白瑞夏在隐藏实力，现在看来，这哪还是什么 A 级猎人啊？这爆发出来的战斗力，恐怕早就已经跨过那道门槛了。白瑞夏根本没打算停手，长枪一扫，直接在怪物堆里杀出一条血路。等他终于站定的时候，面前只剩下一扇阴森的大门，而门后散发出来的气息，让周围的空气都快凝固了。就在这时，黑暗中猛地钻出一个庞然大物，那是这片区域的领主 B 级 BOSS 傀儡蜘蛛。这阵仗看着挺吓人，漫山遍野的骷髅兵压下来，换成别人早就没命了。但这根本拦不住白瑞夏这种级别的 BOSS， 平时确实的费点功夫，可现在他心里只有姐姐，每一招都是奔着拼命去的。这下子谁拦谁死，管你是傀儡还是领主，在这一刀面前，全得给白恩夏让路，哪怕浑身都溅满了血。白瑞夏连停都没停一下，他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再快一点，一定要赶在出事前把姐姐救出来。白恩夏背后突然伸出一只骨头架子，白恩夏吓得大喊：谁在那儿？难道刚才那些家伙追上来了？结果回头一看，竟然是个穿着破烂斗篷的小骷髅，正举着把破剑在那儿虚张声势。白恩夏可不惯着他，直接冲上去，一把就把这小骷髅给锁喉了。这小骷髅也是倒霉，被白恩夏勒得骨头咔咔响，手里的剑都快拿不稳了。白恩夏一边使劲一边吼：赶紧把东西交出来！这小骷髅到底拿了什么宝贝，能让白恩夏这么拼命？这骷髅还在那儿吹牛，说自己是什么神级前辈，结果白恩夏手上一使劲，直接把他捏成了碎骨头。看来比起跟人打交道，白恩夏更擅长对付这些怪物。听着周围骨头架子乱响的声音，他总算反应过来了，这地方全是低级不死生，这不就是回了自己家吗？这种熟悉的感觉一回来，白恩夏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当年的名号可不是白叫的，这下轮到这些怪物倒霉了。还没等他高兴太久，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惨叫，白恩夏提剑就冲了过去，结果发现是刚才那个学生。仔细一看，怎么就剩他一个人了？学生整个人都崩溃了，断断续续的说大家都死光了。看来这地方的情况比白恩夏想的还要糟糕，这根本不合逻辑。这种低级地下城怎么可能让一整队人都没命？更何况带队的还是个老手。还没等白恩夏想明白，学生突然大叫说那东西来了。这一脚踩下来，地面都跟着晃。谁能想到这破地方竟然藏着个大家伙 ，B 级的骷髅巨人。这哪是什么新手村，这分明是掉进死人堆里了。白恩夏反应也快，拉着学生拔腿就跑。这要是被抓到命，就真交代在这儿了。这大手眼看就要抓下来了，白恩夏这回是真的急了，要是被这玩意儿逮住，下场不用想都知道，肯定还有别的办法。他突然瞄到了地上那堆骨头，就是刚才被他捏碎的那个倒霉蛋。白恩夏大喊一声：尸体爆炸！这可是压箱底的保命招数，这一炸威力可不小，直接把那巨人给掀翻了。白恩夏拽着学生拔腿就跑，趁他还没反应过来，赶紧溜。总算钻进这条窄巷子了，这地方那大家伙根本进不来，暂时是安全了。但这事儿还没完，都2个小时了，救援队连个影子都没见着。白恩夏现在是一个头2个大，旁边这位学生除了哭着喊妈，真是一点忙都帮不上，简直就是个移动的简易光环。再这么耗下去，体力迟早要被磨光。还没等他想出对策，前面的路又被堵死了。这群骨头架子真是一点喘气的机会都不给，学生这一嗓子差点没把白恩夏给勒死。这种时候添乱简直是要了亲命了。还没等他把人甩开，冷箭就直接奔着脑门来了。白恩夏反应够快，反手就是一剑，但这地方太窄了，根本施展不开。这下麻烦大了，敌人可不打算只放这一支冷箭，这副身体还是太勉强了，连挥剑都觉得费劲。白恩夏心里清楚，现在的状态根本撑不了多久。就在这时，对面的骷髅法师直接甩了个大火球过来，这要是被砸中，当场就要交代在这儿。白恩夏大喊一声：快趴下！他一把推开学生，自己顺势往旁边一闪，火光擦着后背飞过去，连帽衫都被烧烂了。这下是真的把他惹毛了，既然没退路了，那就只能拿命拼了。白恩夏提着剑，直接奔着那群骨头架子冲了过去。这一剑，他可是使出了全身的力气，管你是什么怪物，通通给我碎成渣！白恩夏刚想喘口气，结果抬头一看，整个人都懵了。这群骨头架子什么时候聚了这么多？这事儿绝对有蹊跷，不管躲到哪儿，这帮怪物都能精准定位，就像在他们身上装了定位器一样。白恩夏赶紧往兜里一掏，坏了，就是这块发光的魔石。原来这玩意儿一直在散发死气，这哪是宝贝，简直就是个催命符。难道这一切全是因为自己的失误？还没等他从自责里缓过神，更不对劲的情况出现了。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这飞过来的绿脑袋可不是什么好惹的货色，这玩意儿叫吞噬者，在网上早就传开了，只要被他盯上命就丢了一大半，最后只能变成行尸走肉。学生这会儿倒是挺仗义，死死拦在前面。他觉得白恩夏简直疯了，为了个刚认识的人，至于把命搭进去吗？白恩夏冷哼一声，别逗我笑了，这种时候讲什么大道理？他根本没打算退缩，攥着那块烫手的魔石，直接就冲了上去。这一下谁也拦不住他了。就在这玩命的关头，白恩夏脖子上的项链亮了，这可是压箱底的保命符，关键时刻能挡下，
致命一击。学生还没反应过来，白恩夏竟然直接上手了，他死死掐住怪物的嘴，这胆子大的简直没边了。白恩夏冷哼一声，敢在死神面前耍花招，这简直是对死亡的侮辱。他猛地发力，一把捏碎了手里的魔石，积攒的力量唰的一下炸开，这下连地皮都要被掀翻了。白恩夏这回是彻底豁出去了，他直接发动了死召唤。刚才捏碎魔石释放的力量，现在全成了召唤的祭品。这股紫色的能量正在疯狂重组，这动静闹得实在太大，整个走廊瞬间被强光吞没。学生在旁边根本插不上手，白恩夏头也不回的甩下一句：“尽情闹个够吧！”这下子真正的狠角色总算登场了。随着那股紫色能量彻底爆发，白恩夏压箱底的王总算露面了，这就是万圣节骑士。刚才白恩夏反击之后，这群小骷髅还想垂死挣扎，结果直接撞到了铁板上。万圣节骑士正面接下这一击，连位置都没挪动半分，这体型压制太夸张了。万圣节骑士随手一挥，刚才还嚣张的骨头架子全都被拆成了零件，这就是单方面的屠杀。万圣节骑士这一重击砸下去，整片战场的杂兵全都被紫光给吞没了，这下看谁还敢拦路。万圣节骑士这爆发力太离谱了，管你是古龙还是杂兵，在他面前全是脆纸一张。这一拳下去，刚才还叫嚣的怪物直接碎成了渣，战场一下子就清静了。万圣节骑士就这么往那一站，压迫感直接拉满，这下谁还敢上来送死？旁边的学生人都看傻了，学生感叹所有的骷髅居然全被解决了，简直不敢相信。白恩吓道是挺淡定，毕竟是我召唤出来的，强一点也很正常。虽然万圣节骑士把仇恨全拉走了，但白恩夏心里清楚，万圣节骑士虽然打得爽，但这死亡能量消耗的太快了，白恩夏这下有点撑不住了。照这个速度烧下去，顶多再撑个2-3分钟，白恩夏现在只能求稳了。他在心里不停祈祷，不管是哪路神仙，甚至是塞雷西亚，只要能保佑救援队快点赶到就行。可敌人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远处的骷髅法师已经蓄好了力，一发巨大的火球直冲着白恩夏就砸了过来。就在这火球要炸开的时候，万圣节骑士一个闪身挡在前，这反应速度简直绝了。他反手一挥，直接把飞来的火球给拍散了。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万圣节骑士顺势往前一抓，死死扣住了那个骷髅头。这下看你还怎么跑！万圣节骑士这一拳下去，地面都快被掀翻了。这哪是战斗，简直就是暴力拆迁。看着满地的残骸，白恩夏心里总算有了点底。照这个势头打下去，在能量耗尽之前，绝对能把这大家伙给拆了。还没等他高兴太久，阴影里又钻出一个巨大的骷髅架子。白恩夏不仅没怕，反而觉得机会来了。白恩夏大喊：“万圣节骑士上，把这个爷给我顺手收拾了！”结果万圣节骑士动都没动，身上的紫光反而开始变暗。白恩夏这下彻底懵了：“喂，你怎么了？”关键时刻，这大杀器怎么突然掉链子了？谁能想到，刚才还威风八面的万圣节骑士，居然唰的一下就散架了。白恩夏整个人都傻了，这还没到3分钟呢，大招怎么就强行关机了？白恩夏现在肠子都悔青了，完蛋了，我真不该指望塞雷西亚那个女神。这下好了，保佑没求到，反而把保命符给弄丢了。看着万圣节骑士消失在眼前，学生彻底慌了神，现在该怎么办？白恩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眼睁睁看着黑暗压过来。这下是真的要交代在这了。白恩夏咬着牙，心里全是绝望。难道堂堂冥界之主，最后竟然要死在这些杂兵手里？就在那巨大的白骨爪子快要抓到他们的一瞬间，白恩夏脑子里全是妹妹白瑞夏的身影。他还没活够，他真的不想就这么死掉。结果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白光像闪电一样，直接贯穿了怪物的脑袋。这哪是什么白光，这是救命的神兵天降。白瑞夏这一枪直接把那大块头给捅穿了。白瑞夏在外面急得大喊：“里面还有活人吗？赶紧吱个声！”白恩夏和学生对视一眼，这声音太熟悉了，简直就是天籁之音。白恩夏整个人都懵了，他怎么也没想到妹妹居然真的找过来了。白瑞夏提着长枪冲进视野，那样子别提多霸气了。可一看到姐姐，他整个人都慌了。白恩夏这下紧绷的弦终于断了，直接一屁股坐到了地上。白瑞夏3步并作2步冲过来：“姐姐，瑞夏，你怎么伤成这样了？”白瑞夏这时候还想逞强：“我没事，你没遇到危险吧？”白瑞夏看着姐姐肩膀上的血迹，急得声音都变了：“都伤成这样了，这可怎么办啊？”白恩夏勉强撑着身体：“真没事，这点小伤不算什么。”白恩夏这回是真的透支了。作为一个宅女，刚才那场恶战简直要了她的命。白恩夏心想，能量全用光了，我真的撑不住了。话还没说完，白恩夏整个人就栽了下去。白瑞夏赶紧伸手去接，下。日子一天天过去，等白恩夏在睁眼的时候，外面的世界早就翻了天。这次地下城事件让白瑞夏彻底火出了圈，网上全是关于他的新闻，说这位神枪猎人单枪匹马从危险等级极高的地下城里救出了2名幸存者。谁能想到，那个原本以为是假冒的地下城，竟然藏着这么恐怖的怪物。这下白瑞夏的名声是彻底响了。可怜白恩夏当时晕得死死的，这些风光场面他是一丁点都没瞧见，只能听着别人在那议论纷纷。现在全网都在疯传白瑞夏的事迹，说他刚清完一个高难度地下城，就马不停蹄的赶去救人，简直就是猎人界的楷模。白恩夏缩在被窝里看着这些评论，心里那叫一个五味杂陈。毕竟1天之内连刷2个高等级副本，这种战绩确实够吓人的。白瑞夏这回是彻底坐稳了女神的位置。就在这时，白瑞夏敲了敲门：“夏，今天不想出去走走吗？”
老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对身体可不太好。白恩夏现在只想静静，能不能下次再去？我感觉身体还没完全恢复。白瑞夏听了也没再坚持。那好吧，其实白恩夏心里也挺过意不去的，毕竟妹妹是真的很担心她，但只要她拿后遗症当借口，白瑞夏就绝对不会再逼她出门。这招虽然有点损，但为了恢复实力，也只能先这样了。白恩夏看着电脑屏幕，心里却在盘算另一件事。这次死里逃生，让他确认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那就是他以前积攒的那些力量，在这个世界依然有效。要不是有这些老本撑着，光靠那种低级魔石，根本不可能搞出那么大的动静。可问题也在这，如果不赶紧找到恢复能量的办法，光靠这点存货，迟早得玩完。而且最麻烦的是，他现在急需别人的死亡能量来进步，这种事哪是那么容易办到的？白恩夏盯着屏幕，眼神里透着一股狠劲。要是再不想办法变强，下次可就没这么好运了。白恩夏坐在电脑前，愁的头发都要抓掉了。白恩夏说：“哎呀，头好痛，干脆不想了，还是找宋夏言再要点魔石吧。毕竟在这个世界，没能量那是寸步难行。”白恩夏盯着屏幕，心里还在犯嘀咕：要是能觉醒的话，情况肯定就不一样了。结果呢？现实比理想骨感得多，屏幕上一个接一个的失败，直接把他给整破防了。0比1，0比2，最后竟然打了个0比3。这下白恩夏彻底炸了，在床上疯狂撒泼打滚，那叫一个歇斯底里啊！受不了了！这动静闹得可不小，把客厅里的白瑞夏吓了一跳。白瑞夏一脸懵逼的回头，心想这姐姐又是抽什么风呢？白恩夏在屋里这一通乱嚎，把白瑞夏吓得够呛。夏出什么事了？结果白恩夏一脸生无可恋，我特意换了个新鼠标，结果晋级赛还是打输了。镜头一转，画面来到了繁华的商业街，人来人往的街道上，谁也没注意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躲在咖啡馆里。这人正是宋夏言，他现在整个人都处于宕机状态。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他怎么也没想到，居然真的会在这里见到那个传说中的大人物。作为一名 C 级猎人兼主播，宋夏言平时也算见过世面，可现在他紧张的连手都不知道该往哪放了。就在这时，一股紫色的能量唰的一下铺满了地面，这压迫感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不对劲。那个大人物终于露面了，女人笑了笑说：“哎呀，你比我想象中来的还要早呢。”看到来人的那一刻，宋夏言整个人都僵住了。这人居然是海伦娜，那个传说中的 S 级死灵法师。这种级别的大佬居然会主动找上一个 C 级猎人，看来接下来的谈话绝对没那么简单。副本刚刷完，宋夏言这组人马就出来了，队友们这回是真服了，直夸跟着他打本简直太轻松。宋夏言倒是挺谦虚，说自己没那么厉害，其实他心里清楚，这只是个开始。日子过得飞快，转眼3个月过去了。宋夏言现在不仅是猎人，还兼职当起了主播。谁能想到他这3个月竟然刷了50个本，这成长速度连网上的观众都看傻了，甚至有人拿他跟 S 级大佬比。这名气一上来，麻烦恐怕也要跟着来了。宋夏言心里其实很清楚，自己能有现在的成绩，全靠直播间里那位神秘大佬指点。这个叫冥界之主的账号到底是什么来头？宋夏言甚至开始怀疑，国内难道还有这么厉害的死灵法师？就在这一刻，他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名字，难道是那位大名鼎鼎的英国 S 级猎人海伦娜？也只有那种级别的怪物才能给出这么精准的建议。虽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宋夏言还是照常开启了直播，毕竟生活还得继续。这回他打算在室内和粉丝们好好聊聊。可直播才刚开始，屏幕上突然跳出的打赏提醒，直接让全场都炸了，整整8000万。而打赏的人居然真的叫海伦娜。大佬不仅给钱，还直接约他下周在韩国见面，这哪是普通的粉丝互动，这分明是顶级大佬的线下邀约。画面一转，两人还真就坐到了一起。海伦娜端着茶杯，语气倒是挺客气，说自己刚好有行程，顺便想见见这位潜力新人。虽然这邀请来的挺突然，但宋夏言哪敢拒绝啊？海伦娜直截了当的表示自己有很多事情想问清楚。谁能想到坐在对面的居然真的是海伦娜本人，看来那个账号根本不是什么冒牌货。这下压力全给到宋夏言这边了。海伦娜一开口就直奔主题，问起了直播里那个红色骷髅。宋夏言赶紧解释，那玩意儿叫骷髅粉碎者。可海伦娜接下来的问题却让他心里咯噔一下，对方居然在打听这招是怎么来，这就不对劲了。如果海伦娜就是那位导师，怎么会反过来问这种问题？眼前这位优雅的大佬跟直播间里那个毒舌的冥界之主感觉完全不是一个人。话说到这份上，宋夏言也不打算瞒了，毕竟在 S 级猎人面前撒谎，后果谁也担不起。他老老实实交代，那个招式根本就不是他自创的。既然正主不是海伦娜，那一直躲在屏幕后面指点他的到底会是谁？宋夏言这回是真豁出去了，他坦白说自己的死灵魔法其实都是师傅教的。海伦娜一听这话，立马来了兴致，追问这位师傅到底是何方神圣。宋夏言支支吾吾半天，最后还是摇了摇头，说自己实在没法透露更多。其实他心里也没底，毕竟连他自己都不知道那位大佬的真实身份。海伦娜倒也爽快，既然是行业机密，那他也就不打算继续深挖了。原本紧绷的气氛随着海伦娜这一松口，总算是缓和了下来。他慢悠悠地喝了口咖啡，话锋一转，问了个挺轻松的话题，问宋夏言平时最喜欢哪种死术。看海伦娜这副笑眯眯的样子，宋夏言一时间还真有点摸不透，这位顶级大佬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这顿咖啡喝到最后，气氛倒是比想象中要轻松不少。海伦娜放下杯子，说今天聊得很开心。宋夏言哪见过这阵仗，赶紧起身客气，说能跟大佬见面是自己的荣幸。海伦娜临走前还特意交代，以后有机会再联系，甚至还期待下一次见面。这对宋夏言来说，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看着大佬离去的背影，宋夏言整个人都要飘起来了。不仅拿到了顶级猎人的建议，居然还收到了礼物，这趟出门简直赚翻了。海伦娜这变脸速度简直比翻书还快，刚出咖啡厅，她就立刻拨通了一个秘密电话，这语气冷的掉渣，开口就是要查人，而且查的不是别人，正是刚才还跟他谈笑风生的宋夏言。看来这位大佬压根就没打算放过任何线索，不管用什么手段，他都要把宋夏言的底细翻个底朝天，哪怕是一丁点细节，他都不打算放过。这下宋夏言是真的被盯上了。画面一转，白恩夏这边正宅在家里呢，结果妹妹白瑞夏带回来一个消息，说有个推不掉的高端派对。白瑞夏也是没办法，这种场合全是各界大佬，她一个人去实在太闷，干脆想把姐姐也给拽上。这下白恩夏彻底傻眼了，让她一个宅女去社交，那简直比让她去打怪还难受。白恩夏这会儿正撒泼打滚呢，求着妹妹白瑞夏放过她，说去那种地方简直是要她的命。白瑞夏道也淡定，直接抛出了杀手锏，说这次派对可是定在5星级酒店。一听到酒店这2个字，白恩夏这心思立马就活络了，毕竟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天天在野外跟怪物拼命，累了也就随便找个地儿一躺，哪见过这种高级货，这反差感一下子就上来了。白恩夏心一横，觉得偶尔享受一下也不是不行。看姐姐终于松了口，白瑞夏那叫一个兴奋，拉着她就要去商场大变身。白瑞夏这行动力也是没谁了，直接把人拽到了服装店，毕竟总不能穿着连帽衫去参加晚宴。可等白恩夏换上那深层层叠叠的裙子，她整个人都不好了，这哪是买衣服啊，这简直是公开处刑。白恩夏在试衣间里疯狂抗议，可白瑞夏哪管这些，这回他是铁了心要把姐姐打造成全场最靓的仔。这酒杯一碰，晚宴就算是正式开始了。这种地方简直就是现充们的天堂，放眼望去，全是些世界名流和顶级猎人，大家推杯换盏，聊的都是动辄上亿的大。可对于白恩夏这种宅女来说，外面的世界再精彩，也比不上家里的一台电脑，只要有网络，她一个人就能征服世界。白恩夏这会儿正敲着键盘，打算叫上老搭档一起下副本，结果对方居然说要加班，直接放了他鸽子。这下白恩夏彻底炸毛了，关键时刻掉链子，这队友简直太不靠谱了。既然没人带，那就只能靠自己了。白恩夏心一横，决定让这帮人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顶级单刷。结果显而易见，白恩夏这波单刷直接翻车了。看着屏幕上的死亡提示，他现在只想顺着网线过去，把那帮坑货队友全给收拾了。游戏打输了也就算了，肚子还在这时候不争气的叫了起来。他瘫在地上，满脑子都是刚才点的酒店大餐。算算时间，服务员也该把吃的送过来了。就在这时，门铃响的正是时候。白恩夏心想，这5星级酒店的服务就是到位。他随手抓起被子往身上一裹，连鞋都顾不上穿就冲了过去。门一开，他本以为能看到香喷喷的饭菜，结果看清门外站着的人，白恩夏整个人都僵住了。这下麻烦大了，门外站着的这位西装革履气场全开，怎么看都不像是送餐的服务员。白恩夏这下反应过来了，这人绝对来头不小。他直接开口质问对方是谁。奇怪的是，这回说话居然一点没打结，平时那股子社恐劲儿，关键时刻竟然没发作。既然不是送饭的，那肯定就是来找麻烦的。白恩夏手比脑子快，直接把身上的被子劈头盖脸的朝对方甩了过去。这一下把崔和民都给整懵了。白恩夏趁机拉开架势，毕竟只有在进入战斗状态时，他才顾不上什么社交恐惧症。白恩夏这会儿脑子里飞快闪过以前和家人相处的画面，还有那些在生死边缘和怪物搏命的瞬间，这种压迫感太熟悉了。除了那几个最亲近的人，就只有怪物能让他这么紧张。白恩夏死盯着眼前的崔和民，直接把话挑明了：喂，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他接着追问：你根本就不是人类吧？这话一出，崔和民明显愣了一下，看来是被戳中了要害。白恩夏可没打算收手，既然对方身份不明，那就只能用拳头来问个清楚了。崔和民先是愣了一下，接着竟然直接笑出了声。这笑声听得白恩夏心里发毛，他完全搞不懂这家伙在乐什么。崔和民一边狂笑一边说：也难怪你会是这种反应，毕竟你刚刚可是亲眼见识了我那怪物般的力量。还没等白恩夏反应过来，崔和民伸手就按住了他的脑袋。白恩夏拼命挣扎，却发现根本挣脱不开。白恩夏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这人怕不是个傻子吧？可盯着这张脸看久了，总觉得在哪儿见过，一下子全想起来了，这不就是新闻里天天播的那位吗？史上第一个 S 级回归者崔和民。这身份一亮出来，白恩夏心里咯噔一下，这种大人物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崔和民倒是挺自来熟，直接问起白瑞夏的下落，说自己是专门过来找他的。白恩夏这下更懵了，妹妹不是去参加活动了吗？怎么会还没回来？崔和民在那儿自言自语，说白瑞夏提议要聚餐，结果人却突然玩起了失踪。就在两边都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另一边的门悄悄打开了。莫名其妙被拽到这种地方，谁都会觉得不爽。白瑞夏直接开口问了：你到底想干什么？对方转过身自报家门，说他叫海伦娜。这名字一出来，气氛立马就不一样了。谁能想到堂堂类级猎人白瑞夏竟然会和这件事扯上关系？海伦娜早就盯上他们了，
之前宋夏言提过自己有个师傅，海伦娜顺着网上的线索查下去，最后竟然直接查到了白瑞夏家里。看来那个刚回来的家里人就是一切问题的核心，但现在还没法100%确定。为了弄清楚真相，海伦娜决定先找个好下手的。至于他到底想要什么，白瑞夏现在正处在一个极其诡异的紫色空间里，周围全是翻涌的死气息，他已经没耐心玩文字游戏了。海伦娜在一旁冷眼观察，心里已经有了底。如果白瑞夏真的懂死人术，绝对不会是现在这种反应。看来那个所谓的嫌疑人真的不是他，这让海伦娜觉得有点扫兴。原本还以为能碰到个高手，结果白瑞夏连这些怨灵的杀气都完全感觉不到。看来传闻中他快到 S 级的实力，水分很大啊。白瑞夏可不是好惹的，既然对方想试探，那就干脆陪他玩到底。他直接伸手死死抓住了那些虚幻的鬼手，这一下轮到海伦娜看走眼了。原来白瑞夏从一开始就看穿了所有的把戏，刚才那副样子全是演出来的。虽然没找到想要的答案，但海伦娜反而觉得更有趣了。既然这样，那就只能动真格的了。海伦娜一边操纵着死气息，一边在那儿阴阳怪气。她说既然活动结束碰上了，不如就来点饭后运动。白瑞夏可没心思跟他废话，直接亮出了长枪。既然对方想练练，那就看看谁的骨头更硬。海伦娜一挥手，漫天的死灵巨手就扑了过来。这阵仗换了别人，估计连跑的机会都没有。但白瑞夏身手快得离谱，在这些鬼手缝隙里来回穿梭，一个闪身，他已经杀到了海伦娜跟前。这一枪要是扫实了，海伦娜怕是得吃不了兜着走。就在白瑞夏那边打得不可开交时，白恩夏这边的情况也没好到哪儿去。他正被崔和明扛在肩上，在大街上旁若无人的狂奔，这下脸可丢大了，路人的眼神简直要把他淹没。崔和明现在根本顾不上这些，他满脑子都是白瑞夏的安危。毕竟这附近的杀气已经浓郁到让人没法忽视。白恩夏却觉得是对方想多了，没准妹妹只是碰到了熟人，在那儿叙旧呢。崔和明听完这话直接懵了，身为觉醒者，怎么可能感觉不到这种危险？结果白恩夏一句话，差点没让他当场摔个跟头。他说自己根本就没觉醒，这下轮到崔和明怀疑人生了。按理说，只要是从那边回来的回归者，落地就该觉醒才。白恩夏自己也纳闷，难道这种事还是强制性的？那为什么偏偏他是个例外？还没等两人整明白，远处又传来一声巨响，看来留给他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白恩夏指着远处冒烟的大楼，说就在那边的训练场。崔和明听完都傻了，谁家好人会在酒店里盖训练场啊？白恩夏倒是淡定，说这地方高级猎人经常来，没点配套设施怎么行？眼看距离还挺远，崔和明一咬牙说咱们直接飞过去。白恩夏还没反应过来，什么叫飞过去？还没等他问清楚，崔和明脚下已经开始蓄力了。白恩夏吓得大喊快住手，可惜已经晚了。崔和明猛地一蹬地，整个人像火箭一样窜了出去，这哪是飞啊，这分明是把自己当炮弹发射了。白恩夏在半空中被吹得五官乱飞，这辈子都没这么刺激过。等两人好不容易落地，眼前的景象让白恩夏彻底看呆了，这哪还是什么训练场，简直就是个废墟。到底发生了什么，能把这里搞成这副鬼样子？还没等两人站稳，危险就先到了。崔和明反应极快，一把将白恩夏护在身下，紧接着一道狂暴的紫色能量直接炸开，这威力要是挨实了，两人怕是都要交代在这儿。等烟尘散去，白恩夏还没搞清楚状况，白瑞夏一眼就看到了他们，整个人都懵了。他怎么也没想到姐姐和崔和明会在这时候闯进来，这地方现在可是玩命的战场。就在这时，海伦娜也停下了手，她的目光死死盯着白恩夏，像是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宝贝。她冷笑一声说今天就先到此为止。看来比起白瑞夏，她现在对这个白发女孩更感兴趣。这种压迫感让现场的气氛彻底变了。海伦娜这副势在必得的样子，白瑞夏还没反应过来，海伦娜竟然已经瞬移到了跟前，这速度快得简直离谱。还没等大家看清，白恩夏的小脸就被海伦娜捏住了，这下全场都傻了眼，这女人到底想干什么？海伦娜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看来她已经确认了某些事。白瑞夏赶紧上前护住姐姐，质问对方到底发什么疯。结果海伦娜倒是一脸淡定，说自己只是想找白恩夏去叙旧。再说了，这不是谁都没受伤吗？崔和明刚想上前理论，却被海伦娜随手一挥就给挡开了，这实力差距根本就不在一个次元。看着满地的废墟，海伦娜倒是挺大方，说这些墙壁的损失她全包了，让大家不用担心赔偿的问题。说完这话，他就打算直接闪人，这地方他是一秒都不想多待。只见海伦娜脚尖轻轻一点，整个人瞬间被紫色的光芒包裹，直接冲向了天际。海伦娜说走就走，直接召唤出一只巨大的古鸟，唰的一下就飞没影了。这出场和退场的方式确实让人摸不着头脑。海伦娜是走了，但剩下的烂摊子还没完。白瑞夏这下彻底炸了，对着崔和明就是一顿输出，怪他怎么敢把白恩夏带到这种鬼地方。崔和明还没来得及解释，白瑞夏又转头盯上了白恩夏，当妹妹的真是操碎了心，说他怎么一点防备心都没有，随便来个可疑的人就敢跟着走。白恩夏虽然嘴上想反驳，但在气头上的妹妹面前也只能乖乖听训，毕竟这次确实是差点出了大事。可谁能想到，海伦娜在高空中露出的那个笑容，根本不是因为打赢了架，而是因为她终于确认了白恩夏就是她一直在找的那个人。白恩夏这一躺下，感觉整个人都要散架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实在太多，换谁都得累够呛。
说到底，全怪那个叫崔和明的男人，要不是他，自己也不至于丢这么大的人。好在那家伙现在正忙着社交，短时间内应该是见不着面了。可白恩夏怎么也想不通，面对那个男人时，自己为什么会那么淡定？难道就因为大家都是回归者吗？最让他在意的还是崔和明说的那句话，关于回归者觉醒的真相。这事儿恐怕没那么简单。当初回来的时候，塞雷西亚提醒过白恩夏，这力量可能会保不住。可结果呢？别的回归者个个混得风生水起，偏偏轮到他，不仅觉醒出了岔子，还被当成个有社交障碍的小屁孩。这事儿越琢磨越不对劲，难道说那些人其实是在忌惮他的力量？白恩夏越想越烦，干脆在床上撒起泼来，想这些有的没的干什么，头都要炸了。既然是出来玩的，那就把烦心事全抛到脑后。白恩夏猛地坐起身，接下来的时间该轮到副本时间了。可谁能想到，这副本里的画风竟然这么炸裂？所谓的副本时间，原来就是躲在家里打网游。看这架势，这红龙 BOSS 可不好对付。白恩夏现在全神贯注，一边疯狂操作，一边对着麦克风指挥：“奶妈快加血，法师赶紧给我往后退！”这队友显然不太听话，气得白恩夏直跳脚，连门铃响了都顾不上管。现在天大的事也没打团本重要。就在这节骨眼上，他竟然还动了点真格的，这一套丝滑连招下去，总算是把第一阶段给磨过去了。白恩夏正高兴呢，觉得这波稳了，可他还没发现身后已经站了个人。就在白恩夏打得正欢的时候，啪的一声，电脑直接被人给按死了。这下完了，团战肯定的背锅。白恩夏当场就炸了，回头刚想发火，结果看清来人是谁后，整个人一下子就蔫了。海伦娜一脸淡定的站在那，说按了半天门铃没人理，只能自己进来了。白恩夏吓得赶紧钻进被窝，想把自己藏起来，可海伦娜接下来的话让他彻底没法淡定了。海伦娜开门见山，直接问他是不是在隐藏实力。这下麻烦大了，最大的秘密竟然被看穿了。这女人一开口就直接掀了白恩夏的底牌，她不仅知道白恩夏是回归者，连私下叫人的事都查得清清楚楚。这下白恩夏彻底乱了阵脚，本以为藏得天衣无缝，结果在人家眼里根本就是透明的。海伦娜倒也坦诚，直说自己对死灵魔法感兴趣，为了搞清楚真相，甚至专门从国外追到了韩国。看白恩夏还在那犹豫不决，海伦娜的耐心也到了极限。既然好生好气问不出来，那她可就要换个法子了。既然好话听不进去，这女人干脆不问了，她打算直接审问灵魂。白恩夏这下彻底慌了，刚想开口解释，结果对方根本不给机会。这招搜魂术一出，白恩夏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整个人直接断了线。海伦娜可没打算收手，她倒要看看这灵魂深处到底藏着什么。随着这股力量渗进去，白恩夏最大的秘密怕是马上就要保不住了。搜魂术刚一发动，海伦娜就发现不对劲了，白恩夏的灵魂深处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挡路，这感觉太奇怪了。她定睛一看，好家伙，白恩夏的灵魂竟然被密密麻麻的锁链给捆了个结实。海伦娜活了这么久，还是头一回见到这种场面。这些交织在一起的锁链，明显是为了隐藏灵魂里的秘密。到底是什么样的过去，才需要用这种手段来封印？不过这反而勾起了他的好奇心，既然不知道里面藏了什么，那直接拆掉不就行了？海伦娜冷笑一声，再次加大了手上的力道。她今天非要把这层壳给剥开，看看白恩夏到底还瞒着多少事。海伦娜本想强行搜魂，结果刚一动手，这局面就彻底失控了。她的死灵能量竟然被白恩夏灵魂里的东西反向压制了。按理说这时候该收手了，可这种禁忌的秘密反而让他更兴奋了。他不仅没退，还想往更深的地方钻。随着他这一用力，那些缠绕着的锁链终于被彻底触动了。可谁能想到，这锁链后面关着的竟然是地狱！无数绝望的声音瞬间把他整个人都给淹没了。救救我！我想回家，我不想死。这些根本不属于他的记忆，像潮水一样往他脑子里灌。这下报应来了，他的意识差点被直接冲散。就在他头疼欲裂的时候，黑暗里那只手已经死死抓住了他的命门。谁能想到，白恩夏灵魂里竟然藏着这种怪物？他冷冰冰地吐出几个字，说这女人简直是在找死。海伦娜这回是真踢到铁板了，她拼了命想把锁链重新锁上，因为再不收手，今天就真的要交代在这了。结果还是迟了，这股力量根本不受控制，直接在现实世界炸开了锅，把屋里的人全给掀飞了。等动静停下来，白恩夏和海伦娜都瘫在地上。白恩夏猛地惊醒，看样子刚才那下伤得不轻。白恩夏刚回过神，还想接着刚才的话解释，结果一抬头，整个人都愣住了。刚才还不可一世的那个女人，现在居然抖成这样，看来刚才在灵魂深处看到的那些东西，把她吓得不轻。这哪是搜魂啊，这简直是去地狱走了一遭。海伦娜缓了好半天，才总算憋出一句话，她说原来这就是白恩夏的遭遇。谁能想到，曾经那么强悍的力量，竟然会缩成现在这个小孩子的。不过他也看出来了，白恩夏的力量并没有消失，只是全被锁在了灵魂深处。只要能再次觉醒，那些恐怖的战力迟早会回来。这下好了，海伦娜的态度直接来了个大转弯，她当场表态，只要白恩夏想恢复力量，他绝对会动用一切资源来帮忙。这反转来得太快，白恩夏自己都还没反应过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海伦娜态度转得这么快，原来是另有打算。她突然开口说自己有个不情之请。白恩夏还没从刚才的冲击里缓过来，这会儿更是一头雾水，刚才还打得要死要活，现在怎么就开始谈条件了？结果海伦娜接下来的话差点没让白恩夏当场跳起来，他居然一脸认真地问能不能收他当个徒弟。这下轮到白恩夏彻底傻眼了，这剧情走向也太离谱了，明明自己现在
连力量都没恢复，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小女孩。一个能随便搜人灵魂的大佬，居然要拜一个小孩子为师，这要是传出去，整个猎人圈子估计都要炸了。白恩夏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这女人到底是看中了他，还是被刚才灵魂里的那个怪物给彻底吓破胆了？白瑞夏推门进屋，一眼就瞧出不对劲了，这屋里乱成这样，明显刚才有人来过。白恩夏还在那儿打马虎眼，可这屋里的怪味儿，那是想藏都藏不住。其实就在刚才，发生了一件能让全城炸锅的事。那个名声在外的 S 级死灵法师海伦娜，居然直接跪下了。他不光是求饶，甚至还想拜白恩夏为师，就为了看一眼白恩夏灵魂深处的那个精。这下白恩夏彻底懵了，一个顶级大佬求着当徒弟，这事儿说出去谁敢信？海伦娜这下彻底燃起来了，她大声嚷嚷着，只要白恩夏开口，她绝对全力支持。白恩夏被这突如其来的热情搞得整个人都不好了，他赶紧求饶，让海伦娜先冷静一下。结果海伦娜这一抱，差点没把白恩夏直接送走。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了好几天，白恩夏总算回到了自己那个温馨的小窝。可就在这几天里，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小插曲。白恩夏躺在床上，盯着眼前这个东西，这玩意儿不就是觉醒者才能看到的系统状态栏吗？白恩夏盯着眼前的系统面板，除了名字，上面竟然什么都没有，没等级，没技能，这玩意儿要了有什么用？说到底，还是因为上次海伦娜乱动了他灵魂里的东西，才搞出这么个半吊子的系统。本来白恩夏还想求人家看能不能给修一修，结果海伦娜想都没想，直接就把他给拒绝了。这下可好，白恩夏只能继续窝在家里。他也想过去找几个怪物练练手，可他连个猎人身份都没有，连大门都进不去。就在他愁得想撞墙的时候，白瑞夏在楼下喊了一嗓子，说是外卖到了，赶紧下楼吃饭。这一嗓子直接把白恩夏给喊醒了，他猛地坐起来，终于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既然自己没法去打怪，那不是还有一个现成的 A 级猎人妹妹吗？白瑞夏看着满桌的炸鸡，发现白恩夏一口都没动，还以为这丫头生病了。白恩夏深吸一口气，直接扔出了一个重磅炸弹。他说：“瑞夏，我觉醒了。”这话一出来，白瑞夏手里的鸡翅膀直接掉在了桌子上，整个人都听傻了。白恩夏心里其实虚得很，毕竟他那个系统面板现在还是个半吊子，但为了能进地下城当猎人，他只能硬着头皮编下去。白瑞夏猛地拍桌子站起来，急着问是什么时候的事。白恩夏支支吾吾的回答，说是从酒店回来之后就变了。白瑞夏接着追问，觉醒的是什么类型？白恩夏小声嘟囔着，应该是死灵法师吧。看着妹妹那怀疑的眼神，白恩夏心里直打鼓，难道自己平时说话就这么没信誉吗？白瑞夏现在整个人都麻了，他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自家姐姐居然真的走上了这条路。白恩夏看妹妹一脸不信，干脆也不废话了，既然嘴上说不通，那就直接动手展示一下。刚好桌上还有现成的材料，白恩夏从兜里掏出一块紫色晶石。白瑞夏死死盯着姐姐的手，心里还在不停打鼓，难道这丫头真的掌握了那种禁忌的力量？白恩夏屏气凝神，对着那一盆吃剩的骨头轻轻念出了咒语，亡灵召唤。这一声令下，屋子里的气氛彻底变了，接下来的画面恐怕要刷新白瑞夏的认知了。随着白恩夏一声令下，餐桌上瞬间炸开一团紫光，这动静闹得可不小，把对面的白瑞夏吓得够呛。白恩夏自己也没好到哪去，被这股死灵烟雾呛得直咳嗽，他这才反应过来，在室内搞这种大动作确实有点草率。白恩夏一边顺气一边显摆，问白瑞夏觉得这招怎么样？这可是他亲手创造的王。白瑞夏盯着桌子看了半天，整个人都石化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桌子上站着个小玩意儿，那是用刚才吃剩的炸鸡骨头拼凑出来的一个骨架，不仅缺胳膊少腿，走起路来还摇摇晃晃的。白瑞夏这下是真的无语了，虽然这招确实成功了，但这召唤出来的东西怎么看都跟威风沾不上边。白恩夏尴尬的挠了挠头，赶紧给自己找补，说这只是个意外，一不小心召唤出了个残次品。可就是这么个滑稽的小骨架，却让白瑞夏陷入了沉思，因为他心里清楚，这事儿恐怕没那么简单。白恩夏觉得这下稳了，既然已经证明自己觉醒了，那下一步肯定就是去登记当猎人。结果白瑞夏连想都没想，直接2个字：不行。白恩夏这下急了，刚想问为什么，就被白瑞夏一句话给堵了回来。就刚才召唤出来的那玩意儿，心里还没点数吗？白瑞夏把话挑明了，当猎人最重要的可不是打架，而是沟通。他给白恩夏打了个比方，就像踢足球一样，要是连传球都不敢喊，那还玩个球啊？白恩夏一下子就没词了。确实，以他这种性格，在球场上估计就是个透明人。白瑞夏越说越严肃，连最基本的交流都费劲，以后怎么组队，怎么去地下城拼命，单打独斗在那里面跟送死没什么区别。其实白瑞夏心里也打鼓，他自己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正因为见过那份危险，才更不能看着姐姐往火坑里跳。他最后还是那句话，别想一出是一出，连个兼职都干不明白，还想去当猎人，这事儿没商量。白瑞夏刚才那番话确实挺重，看姐姐低着头半天没吭声，他心里也开始犯嘀咕，是不是自己刚才把话说太死，伤到这丫头的自尊心了？白瑞夏放软了语气，问出了那个最关键的问题，你到底为什么非要当猎人不可？白恩夏沉默了好一会儿，才憋出一句，说他只是想过得像个正常人一样。这话一出，白瑞夏心里那块最软的地方被戳中了，他以为姐姐是终于长大了，不想再一直躲在自己身后，想靠自己的双手站起来。结果呢，白瑞夏
这回是彻底想多了。白恩夏心里想的根本不是什么自立自强，而是堂堂死灵法师，怎么能一直当个混吃等死的啃老族？看着姐姐那副委屈的样子，白瑞夏最后还是心软了。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他决定不再硬拦着。这一松口，白恩夏整个人都支棱起来了。不过这猎人之路真有他想的那么简单吗？白瑞夏话锋一转，说想当猎人可以，但得先答应一个条件。这天底下果然没有白吃的午餐，想拿证就要去见习猎人培训中心，只有从这儿顺利毕业，才能算是个名正言顺的猎人。结果真到了地方，白恩夏整个人都不太对劲了。这还没开始呢，他就已经快要撑不住了。周围全是竞争对手，这种压抑的气氛简直比让他去打怪兽还难受。讲台上的考官推了推眼镜，喊到了白恩夏的名字。这一声可倒好，白恩夏直接从座位上弹了起来。那动静闹的全教室的人都齐刷刷看向他，考官也是头一回见这种场面，赶紧摆摆手让他先坐下。这还没考试呢，怎么感觉他随时都要原地爆炸了？白恩夏这反应也太大了，还没等考官把话说完，他就捂着嘴一路狂奔冲了出去。周围的人都看傻了，这难道是之前的晕车还没好？结果根本不是什么晕车，他是真的被这社交压力给搞崩溃了，躲在厕所里这一通折腾，感觉半条命都要没了。谁能想到当个猎人还得过这一关？白瑞夏当时可是把话说得死死的，想拿证可以，但必须在培训中心交到3个朋友，这对白恩夏来说简直就是地狱难度。看着外面那群竞争对手，在他眼里乃是什么未来的队友啊？那全是一个个行走的简易图腾，连话都说不利索的死灵法师，要在这一堆怪物里找朋友，这猎人证怕是这辈子都拿不到了。白恩夏的猎人特训正式开始了，早上是听不完的理论课，看他这副抓狂的样子，估计脑子里已经成浆糊了。下午更是一场硬仗，直接跟教官实战对练，说是为了提高生存率，结果每天都被打得怀疑人生。但这些还不是最惨的，最让他崩溃的是，因为训练强度实在太大，他现在已经成了学校里出名的呕吐狂魔。只要一结束训练，他就只能蹲在厕所门口怀疑人生，路过的人看他的眼神那叫一个一言难尽。要不是为了拿到猎人证，谁愿意受这份罪啊？当初白瑞夏可是放了狠话，只要去参加训练并交到3个朋友才肯给他签字。可看看现在这富贵样子，白恩夏自己都绝望了，吐成这样还怎么交朋友？这猎人证怕是这辈子都拿不到了。白恩夏现在真是难受的要命，这股恶心劲儿要是能停下来，让他干什么都行。就在他快撑不住的时候，突然想起自己还有个压箱底的宝贝，这可是他最后的底牌。他赶紧翻箱倒柜，终于把那个救命稻草给找了出来。看着发光的戒指，他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从前。海伦娜特意找上他，说是要送他一份临别礼物，这东西以后绝对能派上大用场。白恩夏当时还一脸懵，不知道这亮闪闪的小玩意儿到底有什么神奇的。海伦娜解释说，这叫精神安定戒指，只要戴上它并激活，每天就能有10分钟的时间，让他像个正常人一样去社交。这简直就是社交恐惧症的救星。但好东西肯定都有代价，海伦娜严肃地警告他，24小时内只能用1次，而且绝对不能超过10分钟。白恩夏心里咯噔一下，要是真的超时了，到底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海伦娜当时笑的那叫一个不怀好意，她说你要是真用了这戒指，搞不好能看到自己挺可爱的一面。这话听着就让人心里发毛。白恩夏当时被吓得直接把戒指压了箱底，可现在这情况，他已经没资格挑3拣4了，毕竟明天的集训就是最后的机会。海伦娜之前还嘲笑他一个朋友都交不到，白恩夏这小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只要他愿意，别说3个，就算100个也不在话下。结果呢，集训都过去3天了，白恩夏的朋友数量还是个大大的0。他坐在食堂里，整个人都麻了。交朋友这事儿到底该怎么操作？白恩夏这才反应过来，自己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就没朋友，那时候大家见他都绕着走，谁让他当年可是出了名的疯狗。就这附生人勿近的架势，想在集训结束前完成任务，怕是比登天还难。白恩夏坐在食堂里，看着周围的人聊得火热，心里那叫一个不是滋味。难道自己以前的人生真的全过错位了吗？同桌的女生正对着盘子里的鱼发愁，抱怨这青鱼刺也太多了，还想让旁边的同伴帮忙挑刺，结果被人家笑着对了回来，说大家都在忙着吃呢，让他干脆连刺带肉一起嚼了。白恩夏在旁边看得真切，这小组里的其他人明显都已经打成一片了，唯独他自己还像个局外人一样缩在角落。不行，不能再这么下去了，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白恩夏把心一横，直接按下了那枚精神安定戒指。随着戒指发出一阵幽光，他感觉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他主动凑到那个女生面前，这破天荒的举动把对方吓得筷子都快掉了。这还是那个整天不说话的白恩夏吗？居然主动找人搭讪了。白恩夏一脸认真的问，要不要我帮你把鱼刺挑出来？这话说的太突然，女生尴尬的连连摆手，说刚才只是开个玩笑。可白恩夏这会儿已经上头了，戒指的力量正在疯狂涌动，接下来的发展怕是谁也拦不住了。谁能想到白恩夏这戒指一开，居然把死灵魔法用在了挑鱼刺上，这操作简直是降维打击。看着那副完整的鱼骨头被魔法慢悠悠的拎出来，整桌人都看傻眼了，这哪是吃饭啊，这简直是在看奇迹现场。刚才还嫌麻烦的女生这下眼睛都亮了，大喊着让白恩夏也帮他弄一下。原本冷清的角落一下子成了全食堂最热闹的地方，大家伙儿纷纷围了上来，夸他不仅厉害，还是个深藏不露的趣人。白恩夏哪见过这种大场面，只能在那儿
不好意思的傻笑。他心里这会儿都要了开花了，原来交朋友也没那么难嘛，这绝对是他迈向社交达人的第一大步。转眼到了集训第4天，大伙儿被带到了猎人纪念公园，气氛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看来今天的任务可没挑鱼刺那么轻松了。教官拿着麦克风，语气沉重地提醒大家，别以为猎人只是新闻里的英雄。就在此时此刻，依然有人在地下城里丢掉性命，所以进入实战演练之前，所有人必须先来墓地祭奠，只有记住死亡的重量，才能在战场上保持警惕。白恩夏看着眼前的墓碑，心里却在犯嘀咕，这地方对普通人来说是肃穆，但对他这个死灵法师来说，简直就是能量溢出的宝库。这里的死亡气息太浓郁了，浓郁到让他有些不自在。可就在他走神的时候，一股极其恐怖的压迫感突然从背后升了起来。白恩夏猛地回头，发现一个巨大的虚影正死死地盯着他，那双血红色的眼睛仿佛要把他的灵魂都给吸进去。这墓地里竟然还藏着这种东西！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个红头发的女人正坐在墓碑上，冷冷地看着他。白恩夏整个人都愣住了，墓碑上坐着的那个女人根本就不是活人，而是一个强得离谱的灵魂。蔡华莲这个名字在猎人圈子里那可是教科书级别的存在，第1代 S 级猎人。传闻中他不是在海外远征时已经牺牲了吗？这种级别的顶级强者，就算死后灵魂能显形，也不该一直逗留在人间。他到底在执着什么，非要费这么大劲留下来？就在白恩夏琢磨的时候，手上的戒指突然有了反应，这绿光一闪，事情恐怕要往最麻烦的方向发展了。这戒指居然自己动了起来，白恩夏明明还没激活它，这完全超出了他的控制。还没等他想明白怎么回事，一股巨大的冲击力直接把他整个人掀翻在地。这动静闹得可不小，周围的人全被吓了一跳，赶紧围上来问他有没有事。白恩夏只能尴尬的摆摆手，说自己只是没站稳。等他缓过神来一看，整个人都傻了，蔡华莲的灵魂竟然直接钻进了戒指里。谁能想到这戒指居然还有这种收纳功能？虽然不知道这位大佬想干什么，但既然送上门来了，那就要好好研究一下了。终于到了最后的实战演练，教官带队进了一个地级地下城。虽然说是低风险区域，但这么多人一起行动，场面还是有点乱。进了地洞之后，这帮教官确实有2把刷子，一路上清理怪物，动作那是相当干脆利落，根本没给学生出手的机会。很快就摸到了领主房间门口，教官下令让学生原地待命。接下来的 BOSS 战，只有教官团能进去参与，毕竟安全第一嘛。旁边的同学还在安慰白恩夏，让他再坚持一会儿。可白恩夏现在心里苦啊，刚才那枚戒指闹出的动静还没完全消停下来，现在戒指正处于冷却期，万一这时候出点什么意外，他可就真的一点底牌都没了。就在大家等得不耐烦的时候，队伍里的男生突然觉得不对劲。按理说，越小的地下城，领主散发出的魔力应该越浓才，可这地方的魔力从刚才起就弱得离谱。女法师也跟着点头，刚才教官们也嘀咕过这事，不过当时谁都没往心里去。教官带头推开了领主房间的大门，这帮老手也是身经百战了，一个个武器都亮了出来，就等着给那 BOSS 来个开门红。可等他们真的冲进去，所有人都傻眼了，这领主房间里竟然连个鬼影都没有，这下麻烦大了，本该守在老巢的 BOSS 到底跑哪去了？教官还在纳闷，这地级 BOSS 总不能学会隐身了吧？话音刚落，整个地面就开始剧烈晃动，还没等白恩夏站稳，身后的石门突然冒出绿烟，紧接着几道金色锁链凭空出现，直接把大门封得死死的。这下大家全被关在里面了，外面的学生直接乱成一团。一个学生赶紧站出来主持大局，让大家学白恩夏，赶紧摆好防御架势。白恩夏自己都懵了，他哪摆什么架势了？结果低头一看，肩膀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趴着个骷髅架子，这不死生物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白恩夏还没反应过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周围的同学已经开始尖叫了，原本空荡荡的地面突然冒出密密麻麻的黑影，这哪是什么骷髅架子？这分明是捅了怪物窝了！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冷气，这根本不是普通的落单怪物，是成千上万的冰蚁怪。这些家伙像潮水一样，瞬间就把白恩夏他们给包围了。教官被关在门里，外面全是还没毕业的学生，这下是真的要出人命了。白恩夏倒是反应快，直接上手掐住了一只。就在这节骨眼上，白恩夏发现技能冷却终于结束了，他喊着得赶紧把这些东西清理掉，不然大家都得交代在这。压箱底的招数总算能用了，这戒指一亮，接下来的场面恐怕这些怪物想都想不到。白恩夏准备动手了，他冲着旁边的女人大喊：“冰魔法不是你的拿手好戏吗？赶紧把天上的怪物全冻住！”这一招确实管用，大片的冰晶唰的一下散开，那些趴在顶上的冰蚁全被冻成冰疙瘩，掉了一地。趁着怪物还没反应过来，学生们赶紧配合，这下局势总算稳住了。金城敏也看明白了白恩夏的意图，白恩夏手里已经准备好了杀手锏。金城敏大声指挥，让大家把掉下来的怪物都往他那边赶，远程也跟着继续封锁天花板。看这架势，白恩夏是打算把这些怪物一锅端了。白恩夏盯着金城敏，这小子不愧是尖子生，竟然真的看穿了他的意图。金城敏带着他们拼命输出，怪物倒下的速度越快，白恩夏手里的筹码就越多。这满地的尸体可不是什么累赘，而是他反击的本钱。白恩夏拿出了那块紫色晶石，亡灵召唤，原本死透了的冰蚁唰的一下全站起来了。这画面谁看了不发懵？学生们直接看傻了，这到底是什么路数？白恩夏可没打算解释，他指着前面的怪物群大喊：“把他们全给我撕碎！”这下有意思了，怪物打怪物，好戏才刚刚开始。
白恩夏那边正打得火热，被关在门里的教官们也没闲着，正拼了命地想把这扇大门给劈开。可这门结实的离谱，不管怎么使劲，竟然连个印子都没留下。教官气得直骂娘，这鬼地方根本就不是什么领主房间，明摆着是个专门坑人的陷阱。金成敏在门外大声喊话，问里面的教官有没有事。教官一听是金成敏的声音，赶紧打听外面的情况。刚才那动静闹得可不小。金成敏倒是淡定，说外面确实刷了一堆怪物，不过现在已经全被收拾干净了。教官听完这话，心里总算稍微松了口气，毕竟外面还有安全员盯着，只要学生们没事就行。可金成敏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刚放下的心又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金成敏隔着门告诉教官，安全员全都被关进结界了，刚才那波怪物全是他们这帮学生自己解决。教官听完直接傻了。金成敏接着说，他在入口旁边发现了一条小路，而且这地方邪门得很，好像只有他们这些学生能过去。教官这下反应过来了，这哪是什么普通的地级地下城，这分明是个专门吃新人的陷阱。他现在肠子都悔青了。金成敏提议，干脆等地下城过再发生一出，到时候怪物被弹到外面，大家再合力把 BOSS 解决掉。教官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一旦怪物跑到外面，那附近的普通老百姓全都遭殃，这责任谁也担不起。金成敏干脆把话挑明了，既然不能等，那就只能由他们这帮学生冲进去，直接把 BOSS 给端了。教官还是不同意，在他眼里，这帮孩子跟需要保护的平民没区别，绝不能让他们去送死。可就在教官坚持要等的时候，身后的学生坐不住了，这种时候难道不该相信外面那帮骑兵吗？教官最后还是松口了，既然这帮孩子已经见过血了，那就该把他们当成真正的猎人来看待。金成敏接下了这个重活，这种乱局人多反而碍事，精锐小队才是唯一的出路。他直接冲着人群喊话，有没有不怕死的，跟我一起去把BOSS给端了。站出来的就3个人，一个防御高手崔世哲，一个暗杀专家释允乐，再加上金成敏自己。看着剩下那些带伤又被吓破胆的同学，金成敏心里清楚，这趟活只能靠他们这几个硬骨头了。金成敏看着眼前的局势，心里直犯嘀咕，虽然已经凑了3个人，但总觉得还差点火候，要是能再拉一个帮手，这胜算肯定能再翻1倍。结果一转头就看见白恩夏蹲在角落里，嘴里还念叨着想回家打游戏，这满地的简易图腾确实让人看了就头。金成敏可没打算放过他，直接一嗓子喊了过去。白恩夏吓得差点跳起来，这下想躲也躲不掉了。就这样，一支临时凑出来的4人小队正式成军了。金成敏心里的小算盘很响，选白恩夏可不是随便挑的。在这地方，白恩夏召唤出来的那些不死生物，简直就是最完美的肉盾，不仅能打，关键是特别抗造。只要这些不死生物在前面顶着，就算被怪物围攻，或者被挂上一堆负面状态，金成敏他们也能腾出手来，专心对付那些被削弱的怪物。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金成敏这支临时小队刚出发，白恩夏就开始发力了。他嘴上说着想回家，手底下的活儿可一点没耽误，转眼间就召唤出一大群骷髅兵，把这支突击队围得严严实实。这排场确实够大，原本只有4个人的小队，一下子变成了浩浩荡荡的亡灵大军。白恩夏躲在最后面，心里盘算着，只要这些小弟补给得够快，这趟任务应该能混过去。金成敏回头看了一眼，发现白恩夏离得实在太远了，忍不住喊了一嗓子：“白恩夏，你离我们这么远，真的没问题吗？”白恩夏理直气壮地回了一句：“我就喜欢这个距离，毕竟他是个脆皮法师，躲在最后面才最有安全感。”崔世哲显然对白恩夏这种态度很不爽，小声嘀咕着：“干嘛非要带上这么个麻烦的小鬼？”白恩夏一听这话，气得在心里直翻白眼，这家伙到底知不知道是谁在前面给他们开路啊？要不是有这些亡灵顶着，他们哪能走得这么顺当？既然被人嫌弃了，白恩夏干脆也懒得搭理他们，反正现在戒指的效果也消失了，保持这个距离刚刚好。他正打算划水，结果一头撞在了前面的怪物后背上。白恩夏吓得大叫起来：“怎么突然停下了？”金成敏没回头，只是语气凝重地提醒他：“白恩夏，你自己看前面，穿过那堆恶心的怪物，总算看到这扇大门了。”金成敏他们心里都清楚 ，BOSS 就在这后头。这扇门一推开，就意味着决战开始了。可谁能想到，门后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愣住了。这么大个宫殿，正中间居然就站着个小不点，这小西一样的家伙，怎么看都不像是个狠角色。崔世哲直接看傻了，这就是我们要找的 BOSS， 这也太小了吧，感觉一脚就能踩扁的样子，这玩意儿真的有传说中那么厉害吗？崔世哲显然是立功心切，觉得眼前这小东西根本不够看，直接拎着斧头就冲了上去，队友想拦都没拦住。这一斧头下去，看着确实是砍中了，他还在那儿得意呢，觉得这所谓的 BOSS 也不过如此，连还手的力气都没有。他觉得这把稳了，直接抡起大斧，打算给这小蜥蜴最后一击，嘴里还喊着让他去死。可就在这节骨眼上，他突然发现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这小东西根本就没打算躲。崔世哲刚才还挺威风，结果一眨眼的功夫，眼前的 BOSS 居然凭空消失了，他还在那儿扯着嗓子喊人家出来，殊不知自己已经死到临头。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道蓝光直接在他脚底下炸开。这下好了，刚才那一斧头不仅没砍中，反而把自己送进了雷池里。这惨叫声听得人心颤，金成敏在后边脸都白了，大喊着队友的名字。释允娥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直骂这家伙是个无可救药的蠢货。白恩夏在后头看得直摇头，心说这家伙是不是脑子缺根弦？
台词喊得像个三流龙套，结果连真身和幻觉都分不清，对着空气一顿乱砍，最后把自己给玩进去了。不过说归说，这哥们儿的命确实够硬，被这么炸了一轮，居然还没倒下。白恩吓到是一点没慌，反而觉得这波试探挺值，起码让他看清了这怪物的底牌。刚才那波雷劈只是个开始，真正的正主总算露面了。看看这块头，看看这手里的法杖，谁家好人管这玩意儿叫地级 BOSS？ 这招要是接不下来，今天谁也别想走。这哥们儿现在完全是在拿命硬抗。金成敏急得不行，问白恩夏到底还要等多久？再这么下去，前面的人真要交代在这儿了。白恩夏却没打算动，他心里清楚得很，现在谁上去都是送死，只能让那哥们儿再多撑一会儿，好把这怪物的套路看清。可这滋味儿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崔世哲彻底破防了，冲着后面这帮人大喊：“你们就打算这么干看着，还不赶紧过来搭把手？”结果白恩夏压根没打算动，反而小声回了一句：“你还是先管好你背后吧。”崔世哲还没转过弯来，一股狂暴的能量唰的一下就把他整个人给吞了，这下连惨叫都变了调。谁能想到这怪物的后手这么狠？看着到地不起的队友，白恩夏却发现了一件更不得了的事，这法术的构造明显不对劲。白恩夏盯着那些图腾和法阵，终于看出了门道。既然已经摸清了底细，那就没必要再等下去了。他转头告诉金成敏：“行了，剩下的交给我来处理。”崔世哲当场就崩了，闹了半天自己拼死拼活，在白恩夏眼里就是个活诱饵。看着对方气急败坏的样子，白恩夏不仅没当回事，反而还笑出了声。这嘲讽拉的简直是杀人还要诛心。这下好了，怪还没打完，自己人这边先要炸锅了。看折倒在地上的倒霉蛋，金成敏他们都吓傻了。崔世哲已经彻底晕死过去，白恩吓到是一点不同情，反而觉得他这波诱饵当得挺直，起码完成了别人做不到的任务。对面那怪物还在这儿得意呢，觉得自己占着地盘优势，压根没想过会输。可惜他这回是真的踢到铁板了。白恩夏反手掏出一块紫色晶石，冷冷的吐出4个字：灵魂收割。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怪物，这下连惨叫都变了调，浑身的能量被刷的一下抽了个干净。这哪是在打架呀，这分明是在收割战利品。这怪物还想垂死挣扎，打算靠着阵法反扑一把。可惜他算错了一件事，在白恩夏面前玩这种花招，纯粹是关公面前耍大刀。白恩夏冷笑一声，没那么快，反手就是一招灵魂投影，这股能量一冲，直接把对面的阵法给拆了个稀碎。这下轮到怪物傻眼了，白恩夏还不忘杀人诛心，玩萨满玩得挺开心吧？可惜你的好日子到头了。他随手打了个响指，嘴里念出一个古怪的词，谁能想到这地底下竟然钻出这么多玩意儿？这回他是真的插翅难逃。这怪物现在才想要求饶，可惜已经太晚了。白恩夏冷冷地盯着他，既然敢在正牌死灵法师面前显摆，那就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他手里的法杖往地上一震，语气里全是戏谑。接下来该怎么料理你呢？谁能想到这怪物眼看走投无路，竟然直接开始了最后的疯狂。他浑身的肌肉像吹气球一样，唰的一下膨胀开来，这体型越变越大，简直要把整个空间都给撑爆了。白恩夏也没料到这家火灵死前还能憋出这种大招，看着眼前这个比刚才大出好几倍的巨型怪物，这下局势怕是又要变复杂了。这怪物变大之后，压迫感简直拉满了。白恩夏这回是真的被吓懵了，关键时刻还得是金成敏反应快，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死死护住了白恩夏。金成敏急得不行，恩夏你没事吧？白恩夏这下是真吓坏了，说话都带了颤音，我还以为死定了。就在怪物准备下死手的时候，侧面突然杀出个救星，世允娥挥着短剑，直接把怪物的注意力给勾了过去。他冷哼一声，看哪儿呢？你这没脑子的大蜥蜴！金成敏这回是真打算拼命了，他让白恩夏先撤到安全的地方，剩下的交给他和世允娥来处理。白恩夏一听这话就急了，你要是真死在这儿，我那套交友计划不全泡汤了？眼看金成敏拔剑就要往前冲，白恩夏赶紧在后面大喊，千万别跟他硬碰硬，只要把他引开就行。金成敏回头这一笑，显然是误会了什么，他觉得白恩夏肯定留了杀手锏。行，那我就帮你争取时间。看着金成敏冲向怪物的背影，白恩夏这下压力山大，虽然不知道他哪来的自信，但现在只能硬着头皮上了。他翻了翻手里的家底，5个蚂蚁矮人，再加上一块快用完的魔石，这就是他最后翻盘的机会了。既然这些蚂蚁矮人没法自然进化，那就只能靠后天加工了。白恩夏掏出魔石，接下来就是见证死灵法师脑洞的时刻。他直接发动了亡灵召唤，这种自我改造的禁术，一般的死灵法师躲都来不及，毕竟稍微出点差错命就没了。但白恩夏可不在乎这些，只要能赢，再疯的事他都干得出来。唰的一下，紫色的光芒把那些蚂蚁全给吞了。就在白恩夏憋大招的时候，金成敏和世允娥那边已经快顶不住了，怪物这一爪子下去，金成敏急得大喊让世允娥小心，要是白恩夏再不搞定，大家就真的要整整齐齐的交代在这儿了。就在怪物准备下死手的时候，白恩夏的大招终于憋出来了，这股紫色的能量直接把怪物的攻击给顶了回去。金成敏和世允娥都看傻了，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刚才还是一群小蚂蚁，现在居然融合成了一个庞然大物。白恩夏这会儿可神气了，他给这新宠物取了个霸气的名字，孔蚁，给我把它撕成碎片。这只融合怪物的力量简直强得离谱，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大蜥蜴，现在竟然被压制的动弹不得。还没等大蜥蜴反应过来，孔蚁的攻击已经到了，这一击下去，直接让他感受到了什么叫绝望。看来这场战斗的胜负从这一刻起
就已经彻底反转了。这只孔蚁简直就是个杀戮机器，刚才还嚣张的不行的大蜥蜴，现在只能发出最后的惨叫，被直接甩到了半空中。还没等它落地，孔蚁的致命一击就跟上了，这一下直接把这怪物给彻底撕碎了。漫天的血雨落了下来，白恩夏站在下面，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他心里这块大石头总算落地了。忙活了这么久，终于能回家好好歇歇了。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身后突然传来了动静。白恩夏猛地一回头，刚才那场恶战总算结束了 ，BOSS 一到，结界跟着消失，大家伙儿总算能活着从地下城出来了。虽说命保住了，但代价可不小。这批学员里有一半都躺进了医院，这毕业典礼还没办，人先少了一大半。结果白恩夏还拿了个表彰，可他现在根本没心思管这些虚名，因为他发现了一件更重要的事。盼了这么久，这玩意终于出来了。白恩夏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上面清清楚楚写着等级1，毕业典礼一晃眼就过去2周了。这天白恩夏的几个队友找上门来，结果一进屋，这帮人全看傻了。谁能想到白恩夏的妹妹竟然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 A 级猎人白瑞夏。白瑞夏倒是挺热情，笑着招呼大家说：“你们就是跟我姐姐一队的吧？”这下屋里可炸开锅了，队友们一个个秒变小迷弟小迷妹。毕竟白恩夏平时太低调，从来没提过家里还有这么尊大神。白瑞夏扭头冲着屋里喊：“白恩夏，你朋友都来了，你还要在那打多久游戏？”白恩夏头也不回，盯着屏幕说：“世界正在召唤我，现在正忙着呢。”其实为了能让白瑞夏点头，白恩夏私下里没少求着帮队友，总算通过了白瑞夏的好友考核。白瑞夏看着这帮人还算靠谱，终于松了口。行了，既然你这么努力，我就准你去注册当猎人了。白瑞夏指着姐姐的鼻子警告：“丑话说在前面，要是注册考试没考过，到时候可别哭着回来找我。”白恩夏赶紧点头答应，心里却在偷笑。瑞夏居然觉得我会失败，开什么玩笑？我可是从地下城死里逃生的新人，还是正在恢复力量的冥界之主，这种小考试怎么可能难倒我？转眼就到了考试当天，考场里全是来参加测试的人，工作人员在大声吆喝，要测魔力的都来这边排队，250分就算及格。看着前面的人一个个通过，白恩夏反倒有点不耐烦了，怎么这么多人想当猎人？有这功夫回家躺着不好吗？终于轮到白恩夏上场了，他被带到一台巨大的机器前，工作人员让他张开双臂站好。这第一关魔力测试到底能测出他多少底线？白恩夏往测试机里一站，这可是决定他能不能当猎人的关键时刻。结果分数一出来，全场都安静了。253分，刚好比及格线多出那么3分，这运气真不知道该说他是强还是弱。旁边那帮人直接笑喷了，白恩夏气得不行，谁再敢笑，我就把你们全变成不死族。就在这时，广播里突然传出一个惊人的数字：900分，这可是今天的最高纪录。白恩夏回头一看，发现拿高分的竟然是老熟人，那个叫崔世哲的男人，竟然这么快就出院来参加考试了。崔世哲这小子拿了个高分就开始飘了，路过白恩夏身边的时候，还故意阴阳怪气的嘲讽说：“253分的人也能算是个猎人。”白恩夏哪受过这种气，看着崔世哲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气得牙痒痒。这家伙刚才绝对是在嘲笑我吧？行，既然你非要往枪口上撞，那今天这事儿就没法善了了。白恩夏死盯着他的背影，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管他什么考试不考试的，今天非要把崔世哲的傲气当场给踩碎不可。紧接着，第2轮实战测试开始了。考官执着场地中央的蓝色护盾，让大家使出最拿手的招式，往死里砸就行。这关的成绩加上之前的魔力分数，就是最后的猎人等级。前面的考生一个接一个上场，有人拿着长剑拼命一劈，结果才拿了291分，最后只得了个1级评价。后面那个壮汉更夸张，轮着大铁球砸上去，也就刚过300大关，依然还是个垫底的1级。看来这实战测试比想象中要难得多啊！刚才那下动静挺大，结果也就拿了个D级。白恩夏在旁边看得明白，看来新人想拿高分确实没那么容易。就在这时，轮到那个崔世哲上场了，他扛着2把大斧头，那架势恨不得把我很强写在脸上。白恩夏盯着他的背影，心里也在打鼓。刚才魔力测试拿了第1，这实战到底能有多猛？只见崔世哲抡起斧头，对着护盾就是一记重劈，这一下整个考场都跟着晃了3晃，分数唰的一下跳了出来，7782分。这成绩一出，全场直接炸开了锅，这可是实打实的D级第1名。白恩夏在台下冷眼看着，心里却很是不屑，觉得这家伙就是在摆造型，比起真正的高手，他这还差得远呢。崔世哲这小子拿了高分，临走还不忘回头给白恩夏甩个挑衅的笑，这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紧接着广播里传出声音：“下一位，请白恩夏准备上场。”底下这帮人立马就开始嚼舌根，说那个垫底的居然要上场了，排在天才后面，这不是纯纯的公开处刑吗？白恩夏听得清清楚楚，心里冷笑一声，真当我没准备就敢来？他手上的戒指亮了一下，这一刻，白恩夏整个人都静下来了。既然你们想看热闹，那待会儿可千万别眨眼。白恩夏站在护盾前，虽然魔力数值看着确实寒碜，但觉醒后的身体素质早就跟普通人拉开了差距。更何况他现在能自己产生死亡，想破掉这种程度的防御，简直比喝水还简单。就在他握紧长剑的那一刻，剑身唰的一下全变黑了。台下这帮人直接看懵了，这根本就不是魔力，
白恩夏猛地往前一踏，反手就是一记重劈，这股紫黑色的能量直接把刚才还稳如泰山的护盾给当场撕成了碎片。这下全场都傻眼了，谁能想到那层号称打不破的护盾居然就这么碎了一地？考官手里的记录板都快拿不稳了。白恩夏这3个字伴随着2192的高分，直接刷爆了全场的认知。这哪是考试，这简直是来砸场子的。白恩夏扛着长剑，那眼神分明在说：看清楚了吗？这才是真正的降维打击。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崔世哲，现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白恩夏可没打算放过他，直接做了个鬼脸，送了他3个字：失败者。看着对方那负气急败坏的样子，白恩夏心里别提多痛快了，今晚总算能睡个好觉了。不过这还只是个开始。恩夏，白恩夏迷迷糊糊睁开眼，这觉睡得可真沉。白瑞夏就在床边守着，看他醒了，赶紧问了一句：你可算醒了？白恩夏现在脑子里全是江湖，刚才不是还在考场吗？难道拿高分虐菜全都是在做梦？白瑞夏一脸无奈，看来你是真断片了。刚才你回来的时候，那叫一个意气风发，一边走还一边哼着小曲，嘴里不停念叨着失败者都是失败者，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可谁能想到，你刚进屋没多久，房间里突然传出一声惨叫，这到底是出什么事了？白瑞夏一脸嫌弃，说你刚才简直像个酒鬼，抱着他大腿哭着喊着求别丢下你，还说以后肯定好好表现。这还不算完，白恩夏刚才那劲头，指着空气就开始骂骂咧咧，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大白天喝断片了，甚至还跑到阳台上对着大街喊什么死神快来接我。白瑞夏在后面拦都拦不住，生怕邻居报警投诉。白恩夏这下全想起来了，原来是因为那枚戒指，光顾着高兴考试拿了高分，忘了这玩意儿不能戴太久。这下好了，人设彻底崩了，他现在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这辈子都不想见人了。白瑞夏道没想那么多，看他清醒了，直接喊他出来吃饭。结果一看到桌上的大餐，白恩夏刚才那点尴尬一下子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看着桌上这只大龙虾，白恩夏整个人都懵了。白瑞夏道是挺大方，直言这是给他的奖励。白瑞夏还是有点不敢相信，一个新人居然能拿地级第一。白恩夏一边往嘴里塞肉，一边拍着胸脯保证，这点小事对冥界之主来说那都不叫事儿。看着姐姐这副吃相，白瑞夏心里开始犯嘀咕了。原本以为那些胡话只是这丫头压力太大的幻想，可现在看来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难道那些中二病一样的发言全都是真的？就在白瑞夏还在怀疑人生的时候，白恩夏直接给他来了个大的，快看，龙虾套装！这下白瑞夏彻底没话说了，这哪是觉醒了什么异能，这简直是觉醒了个活宝啊！白瑞夏看着眼前的白恩夏，心里已经有了计较，看来变得不只是外表，这丫头连骨子里都换了个人。这顿饭吃的那是相当诡异，白恩夏还在那儿追问呢，瑞夏你到底喜不喜欢啊？白瑞夏现在整个人都麻了，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转变，他一时间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接话。白瑞夏这一开口，气氛立马就严肃了起来。他问姐姐以后有什么打算？白恩夏还在这儿傻乐呢，觉得当猎人不是理所当然吗？结果白瑞夏一盆冷水泼下来，没个 B 级猎人带队，以后连副本的大门都进不去。这下白恩夏彻底没词了，他上哪儿去认识这种高手？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名字，还真被他给想到了。白瑞夏这一问，直接把悬念拉满了。画面一转，宋夏言正急匆匆地往山上赶，手机里这条消息简直就是最高指令，他等这一天实在是等了太久了。这可是师傅第一次约见本人，宋夏言心里早就开始打鼓了。之前还才是海伦娜，现在看着说话的派头，绝对是个纯爷们。万一是个有魅力的外国帅哥，那可就真的赚大了。想到这儿，他整个人都快飘起来了。宋夏言一边爬山一边犯嘀咕，这大老远的非要约在这么偏僻的山路上，难道师傅就住在这附近？总算让他给找着了，就是这棵大橡树，树底下站着的那个人肯定就是师傅，没跑了。宋夏言这下可激动坏了，一边招手一边大喊，师傅，是我是宋夏言啊。结果那人一回头，宋夏言当场就傻眼了，这哪是什么帅哥啊，怎么是个白头发的小姑娘？宋夏言盯着手机自言自语，师傅明明说人已经到了。宋夏言看着眼前的白恩夏，心里还在疯狂打补丁，他试探着问，你是师傅的孩子还是亲戚？白恩夏听得直摇头，这脑洞开的也太大了。结果宋夏言突然一拍大腿，觉得自己悟到了真相，不愧是师傅，竟然能制造出这种跟真人一模一样的顶级亡灵。白恩夏整个人都快崩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他忍不住大喊，你是怎么得出这种结论的？连自己的师傅都认不出来。白恩夏气的在一旁碎碎念，宋夏言这才反应过来，难道说你真的就是师傅本人？这下误会总算是解开了。白恩夏一边走一边解释，之前在信息里都说清楚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得想办法搞定家里人，只要能说服家里人同意组队，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宋夏言这下是彻底沦陷了，围着白恩夏转个不停，嘴里还一直念叨，真没想到师傅长得这么可爱，简直就像个洋娃娃。白恩夏哪受过这种热情，被贴得这么近，整个人都快炸毛了，赶紧伸手想把他推开，别靠我这么近。白恩夏在心里不停安慰自己，白恩夏忍住，这都是为了能顺利进副本，毕竟宋夏言已经是 B 级猎人了，白叫了他这么久，现在正是让他报恩的时候。宋夏言还在那儿喋喋不休，好奇的打听师傅家里都有谁，还顺便介绍起自己的父母。白恩夏听得头都大了，心里那叫一个后悔，早知道刚才就把戒指戴上了。
结果刚一进屋，气氛瞬间就凝固了。白瑞夏正站在客厅里，宋夏言吓得赶紧捂住嘴，这下撞个正着。白恩夏还没反应过来，看着这两个人的表情，心里直犯嘀咕，他们这反应是怎么回事？三个人就这么大眼瞪小眼，谁也没先开口。谁能想到这世界竟然这么小？宋夏言看着眼前的白瑞夏，整个人都傻了。师傅的家人竟然是白瑞夏。白恩夏也是一脸无辜，难道我之前没提过吗？宋夏言气得直跺脚，当然没说过啊，我可是白瑞夏的超级粉丝。白瑞夏这下也反应过来了，转头就开始数落白恩夏，既然你的网友是宋夏言，怎么不早点告诉我？这可是现在最火的天才猎人，连我们公会都想挖他呢。刚才还尴尬的要命，结果这两位一认出对方，气氛瞬间就变了。白瑞夏热情的把人往屋里领，宋夏言也是一脸受宠若惊，只有白恩夏一个人在风中凌乱，合着闹了半天，只有我一个是坏人。三个人围着桌子坐下，这缘分确实是没谁了。原本还担心会穿帮，结果这俩人越聊越投机，毕竟都是高等级猎人，共同话题那是多的数不清。没一会儿功夫，白瑞夏和宋夏言就处得跟亲姐妹似的，这下白恩夏反倒成了多余的那个。寒暄完了，白瑞夏脸色一正，直接切入正题。他盯着宋夏言问：“你一个人能打到什么程度？最强能单杀什么样的怪物？”宋夏言被这突如其来的面试感弄得有点措手不及，他支支吾吾的回答：“如果是毒蜘蛛那种级别的，应该没问题。”白瑞夏听完摇了摇头，显然觉得这实力还不够看。白恩夏在一旁默默喝茶，心里忍不住吐槽：“白瑞夏什么时候变成面试官了？”宋夏言一看被小瞧了，赶紧给自己找补：“如果拼尽全力的话，高一级的金体狼我也能拿下。”结果白瑞夏根本没打算停，一个接一个的问题像连珠炮一样砸过来。白恩夏在旁边看着，这哪是聊天啊，这简直是全方位的背景调查。白瑞夏这么做其实是想把自己的姐姐托付给最靠谱的人，可聊着聊着，这话题的方向就彻底跑偏了。白瑞夏突然一脸严肃地问：“好，那要是队伍里起了冲突，你觉得该怎么办？”宋夏言正掰着手指头认真背诵刚才白瑞夏教的战术，第一步要先挡住敌人视线，然后吸引注意力，结果背着背着脑子一下子就卡壳了。白瑞夏这哪是在教战术啊，简直是在传授怎么照顾自家姐姐的说明书。他一脸严肃地叮嘱，一定要掌控住局面，这孩子只要压力稍微大一点，整个人就会缩起来，所以绝对不能给外人欺负他的机会。白恩夏在一旁听得满脸写着拒绝，这亲妹妹当众揭短，真是让他一点面子都没有。白瑞夏还没说完，甚至开始教宋夏言观察微表情，只要白恩夏眼神不对劲，那就说明他心里有话想说。白瑞夏最后拍了板，只要能做到这些，就同意他们两个组队。宋夏言一听这话，整个人都燃起来了，拍着胸脯保证绝对没问题。这场让人喘不过气的三人会谈总算结束了。宋夏言走在路上，还在不停地给白恩夏发消息，今天知道的秘密实在太多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家师傅竟然就是电视上经常说的那种回归者，难怪白恩夏刚当上猎人，对死灵魔法的理解就这么深。这下所有的疑惑都解开了。宋夏言握着手机，心里已经开始期待接下来的副本冒险了。宋夏言在手机那头感叹，失去力量一直躲躲藏藏，这些年你一定过得很辛苦吧？白恩夏倒是看得很开，回了一句没事，已经找到线索了。宋夏言立马拍着胸脯保证，放心吧师傅，作为你的首席大弟子，我一定会全力帮你的。白恩夏看着屏幕笑了笑，这丫头别的本事没见长，嘴皮子功夫倒是越来越溜了。既然事情都交代清楚了，白恩夏往床上一躺，心里已经打好了算盘，从明天开始就要开启疯狂刷本模式了。只要等级升上去，找回以前的力量值是时间问题，到时候不管是迪比斯的召唤兽，还是冥界的封印，都能再次回到他的掌控之中。但现在最让他在意的其实是另一个问题，当初到底是谁处心积虑的封印了他的力量？看着眼前这巨大的封印阵，白恩夏心里越发肯定，这绝对不是什么意外，而是有人在背后故意针对他设下的局。白恩夏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个所谓的和谐女神塞雷西亚，但转念一想，就凭他那种级别的半神，根本没本事封印自己的力量。既然不是神界那帮人，那真相就只有一个了，那个胆大包天的家伙肯定就躲在地球的某个角落。白恩夏越想越气，等把这人揪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把他变成死灵，让他后悔来到这世上。虽然心里狠话放得响，但真要开始猎人活动，还是得等上好几天，毕竟找个合适的副本也没那么容易。日子一天天过去，白恩夏正坐在车里发牢骚，要么是副本等级太低没意思，要么就是离家太远懒得跑，这挑挑拣拣的劲头真是一点没变。宋夏言一边开车一边吐槽，你再这么挑三拣四下去，咱们今天一个副本都进不去，要是少抱怨两句，这会儿3个副本都刷完了。白恩夏气得直嚷嚷，闭嘴！宋夏言可不吃这一套，再啰嗦就把你逐出师门。白恩夏这下没话说了，只能在那儿生闷气。结果还没等吵出个结果，白恩夏就开始不对劲了，这车开得他翻江倒海。宋夏言赶紧递过一个袋子，让他先凑合用着。随着一阵急刹车，导航提示总算到了地方，白恩夏连滚带爬地下了车，感觉半条命都没了。不过这丢人的样子也就到此为止了。白恩夏缓过劲来，心里暗暗发誓，等进了副本，一定要让宋夏言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师傅。宋夏言倒是没想那么多，已经开始四处打听猎人登记处到底在哪儿了。谁能想到，刚到副本门口，两人就被守卫给拦住了。守卫一脸公事公办的样子，不好意思，如果没有猎人证，我们是不能放你们进去的。
宋夏言整个人都傻了，转头盯着白恩夏：“你该不会真把那玩意儿忘在家里了吧？”白恩夏这下彻底慌了，在身上一通乱翻，结果除了翻出一个瓶盖，连猎人证的影子都没见着。这下气氛尴尬到了极点。刚才在车上还吹得天花乱坠，结果连大门都进不去。白恩夏这回是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他那点作为师傅的尊严算是彻底碎了一地。没办法，这副本是刷不成了，两人只能灰溜溜的开车回家，去取那张被遗忘的猎人证。宋夏言这一路上嘴就没停过，一直在念叨证件的事。白恩夏听的耳朵都快起茧子了，反正最后也进来了，就不能消停会儿吗？结果话还没说完，暗处就传来了动静。这脚步声一听就不简单，果然几只灰狼已经盯上他们了。宋夏言这下也顾不上吵架了，赶紧让白恩夏把能招的都招出来，打算直接火力全开。白恩夏反而觉得有点大材小用，对付几只狼，至于搞这么大阵仗吗？让宋夏言别废话，赶紧动手。宋夏言这脾气一上来，谁也拦不住，他直接把手里的媒介甩了过去。既然老板发话，那就让这些畜生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死灵魔法。随着一阵紫光，刷的一下，地底下的老伙计们全被喊醒了。这阵仗可比刚才那几只狼吓人多了。骷髅士兵和弓箭手一下子就位，这下攻守形势彻底反转。这群灰狼恐怕还没搞清楚自己到底是猎人还是猎物。刚才还嚣张的灰狼，这下算是踢到钢板了。骷髅士兵根本不给机会，锁喉、补刀，一气呵成。这一剑下去，战斗基本上就结束了。旁边这位更暴力，抓起榔头就往地上砸，唰的一下，刚才还活蹦乱跳的畜生，这回是彻底交代在这了。看来宋夏言召唤出来的这些老伙计脾气一个比一个大，这群狼今天算是倒了大霉了。宋夏言看着满地的狼尸，挺得意的问白恩夏：“怎么样，我这帮手下还算给力吧？”结果白恩夏根本不买账，一脸嫌弃的说：“这手法也太糙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宋夏言这暴脾气哪受得了这个，直接扯着嗓子喊：“行啊，那你倒是露一手给我看看啊！”白恩夏被吼得没脾气了，只能让他先把这些骨头架子收起来。既然要亲自下场，总得先把场地腾出来。白恩夏刷的一下，把刚才那些骷髅全撤了，这下耳根子总算清净了。白恩夏让宋夏言在旁边看好了，这可是难得的现场教学，真正的死灵魔法可不是光靠数量堆出来的，接下来的这一招才是真正的重头戏。就在这时候，一只不怕死的灰狼扑了上来，白恩夏连躲都没躲。对他来说，现在最要紧的是填充核心。刷的一下，紫色的魔力直接灌进狼的身体，这可不是简单的攻击。白恩夏轻声念了一句亡灵召唤，这下好戏开场了。刚才还活生生的灰狼，眨眼间就被紫色的火焰吞没，等他再露头的时候，已经变成了这富贵样子。这才是死灵魔法的真本事，直接把活物变成听话的傀儡。这下子谁还敢说他的手法糙？刚才转化的那只傀儡，现在成了最狠的收割机，对着曾经的同伴，那是真的一点不留情面。唰的一下，紫色的光影在狼群里乱窜，这哪是打架啊？这简直就是单方面的屠杀。刚才还成群结队的灰狼，眨眼功夫就全躺下了，这效率看得人心里直发毛。宋夏言在旁边都看傻了，忍不住喊了一句：“我的天呐！”宋夏言在旁边看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这真的是一集白恩夏能使出来的招数。白恩夏赶紧一把捂住他的嘴，小声嘀咕着：“都说了，让你别大声嚷嚷。”白恩夏一边摸着那只傀儡狼，一边开始现场教学。他说宋夏言用魔力的方法太浪费了，就算有媒介也不是这么挥霍的，得先集中攻击头部或者心脏这些核心部位，这样哪怕媒介再小也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最关键的是，白恩夏纠正了一个重点，他现在可不是1级了。就在刚才那一瞬间，白恩夏直接升到了2级。时间1分1秒过去，副本门口的守卫看了看表，这都进去2个小时，估计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他正打算偷个懒，让新人在这儿盯着，自己先去吃口热乎饭。结果话还没说完，传送门那边就有动静了。宋夏言垂头丧气的跟在白恩夏后头，嘴里还不停的抱怨：“师傅，你这也太狠了，哪怕给我留一只怪练手也行啊。”白恩夏拎着满满一袋战利品，头也不回的对了一句：“那是因为你动作太慢了。”宋夏言听完只能小声嘟囔：“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师傅你快得太离谱了？”守卫这下彻底坐不住了，赶紧跑过来确认：“你们这就打完了？”宋夏言还没反应过来，守卫接着嘟囔：“看你们这么快出来，还以为已经通关了呢。”这下守卫整个人都懵了，这可是地级副本，就算规模再小，4人小队起码也要刷6个小时。结果这2个人2个小时就出来了，但这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的日子里，白恩夏带着宋夏言把附近的小副本全给包圆了，不管是骷髅兵还是大毒蛇，通通不在话下。最离谱的是，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通关记录就要被刷新一次。这下名声算是彻底传开了，路边的人都在小声议论，这就是论坛上那个速刷组合，那个 B 级猎人宋夏言，怎么天天带着个新人刷低级本？就算带新人，2个小时通关也太夸张了。白恩夏把这些话听得清清楚楚，这帮笨蛋嗓门能不能小点？看来在这个圈子里，名号算是彻底打响了。日子过得飞快，转眼1个月就过去了。白恩夏现在的等级升了不少，跟宋夏言相处起来也越来越顺手。他甚至觉得自己现在越来越像个正常人了。本以为这种安稳日子能一直过下去，结果麻烦还是找上门了。宋夏言突然提了个离谱的要求，想让白恩夏去他的直播间露个脸。这下白恩夏
彻底坐不住了。宋夏言还在那儿死缠烂打，说观众天天都在问，自己甚至还跟人打了赌，求师傅看在徒弟的面子上，就帮这一次吧。白恩夏简直要气炸了，谁管你面子不面子，赶紧给我撒手，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不过转念一想，人怕出名猪怕壮，既然名声已经打响了，这一天早晚得来。直播间还没开播，弹幕就已经刷屏了，全是想看白恩夏本人的。看来今天这关他是真的躲不过去了。白恩夏最后还是妥协了，戴着个骷髅面具坐在镜头前，紧张的话都说不利索。弹幕瞬间就开始刷屏，都在吐槽这骷髅怎么这么小一只，甚至还有人喊着赶紧把这玩意儿拿走。看着满屏的质疑，白恩夏赶紧解释，说自己其实是宋夏言的师傅。结果这下直播间彻底炸锅了，观众根本不买账，觉得这玩笑开的也太离谱了，谁会相信一个戴面具的小个子是那个天才猎人的师傅？白恩夏这暴脾气哪受得了这个，一把扯掉面具，指着屏幕就开始叫板。既然不信，那干脆现场给你们表演个死灵魔法，看你们还敢不敢乱说话。谁能想到这直播效果竟然出奇的好，白恩夏发现只要隔着屏幕，那些让他头疼的社交恐惧全没了，对着镜头就像在玩游戏一样轻松。他越说越起劲，直接在椅子上翘起二郎腿，对着那帮质疑他的观众一顿输出，说那些怪可全都是他一个人刷掉的，还顺便打听了一下观众的年纪。一听说对面才20多岁，白恩夏可就不困了，直接摆出一副长辈的架势，既然比我小，那就都得老老实实叫姐姐。这反差极大的性格，直接把直播间的观众全给整乐了。宋夏言看着直播间热度爆表，心里正美呢，觉得白恩夏这副活泼的样子还真是头一回见，只要他别乱说话，今天这直播绝对稳了。结果怕什么来什么，弹幕里突然有人提到了杰克逊，白恩夏压根没过脑子，杰克逊是谁？没听说过这号无名小卒，要是真打起来，赢的人肯定是我呀。这话一出口，宋夏言魂儿都快吓飞了，这可是那个出了名的刺头猎人。他二话不说，直接伸手把店员给掐了。直播间瞬间黑屏，宋夏言急得直接扑了上去。你知不知道刚才惹了什么大麻烦？白恩夏还一脸无辜，不就是个路人吗？问我能不能打过，我实话实说也有错。这下完了，宋夏言感觉天都要塌了，自己的直播生涯怕是要彻底交代在这儿了。谁能想到第二天论坛直接炸了锅，这事儿竟然成了传说。这下真的闹大了，白恩夏昨晚那几句狂言直接被网友剪成了鬼畜视频，满屏幕都是嘲笑他自不量力的弹幕。结果这事儿越传越邪乎，连论坛头条都出来了，说有个叫白恩夏的新人要公开挑战杰克逊，这热度蹭的想不火都难。这种爆炸性的新闻，当事人想看不见都难。这不，视频已经传到了正主手里。杰克逊看着手机里的画面，估计也是一脸懵，这哪儿冒出来的小丫头，居然敢在直播间这么损他？作为堂堂美国 A 级猎人，他这回怕是真被这小姑娘给气笑了。这就是那位美国来的 A 级猎人，虽然出道时间不算长，但名气长得比火箭还快，已经是公认的顶级新人了。他有个外号叫永动犄角斗士，打起仗来完全是自杀式风格，仗着自己恢复能力强，哪怕受了伤也要死磕到底。这种性格在网上评价很两极，有人觉得他够真实，也有人觉得他就是单纯没教养。这不，刚坐下就开始对着镜头开炮了。杰克逊满脸不屑，你是说那些死灵法师？我这辈子最恶心这种人，居然把同伴的尸体当成傀儡，简直阴森的让人反胃。对面的男人问他，所以你前几天在网上公开针对那个外国猎人，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杰克逊直接承认了，没错，我就是看他不顺眼。这位美国来的大咖越说越起劲了，他觉得真正的战士就该光明正大的决斗，而不是躲在后面搞小动作。这番话简直是把白恩夏的脸按在地上摩擦，啪的一声，电视被关掉了。白瑞夏现在火气大得很，这事儿闹得这么大，家里这两个小的这下彻底没好果子吃了。白恩夏和宋夏言老老实实跪在地上，连头都不敢抬一下。白恩夏小声嘀咕，对不起。白瑞夏直接炸了，现在道歉有什么用？全世界都知道这事了，你打算怎么收场？白恩夏还想狡辩，我真不是故意的。白瑞夏这回是真火了，连带着宋夏言也一起遭了殃，说他明明有直播经验，怎么就不知道拦着点？宋夏言现在除了不停道歉，是一个字都不敢多说。白恩夏还在那儿小声嘀咕，这是真有那么严重吗？白瑞夏冷哼一声，那是你根本不了解那个杰克逊，这家伙虽然是个天才猎人，但在出道之前可是黑道组织里的大人物，手上可是一点都不干净。最麻烦的是，这人出了名的心胸狭窄。白恩夏听得一愣一愣的。白瑞夏接着爆料，听说他曾经为了个汉堡牌子，就把同行打得半死，直接让人家在圈子里彻底消失了。白恩夏这下彻底无语了，就为了这点破事，这也太小赌鸡肠了吧？宋夏言还抱着一丝幻想，如果只是这种程度，那他应该不会太计较吧？白瑞夏叹了口气，要是真有这么简单就好了，怕就怕这事儿还没完。白恩夏还在那儿自我安慰，他觉得人家堂堂大猎人，总不至于为了这点小事特意跑过来灭了咱们吧？这种话可不能乱说，因为通常刚说完，麻烦就该找上门了。果然，白恩夏的手机突然震个不停，他还纳闷呢，这都几点了，谁这么没眼力劲儿一直发消息？结果点开一看，整个人直接僵住了，屏幕上全是密密麻麻的骚扰短信，而且这还只是个开始。网上现在全是关于宋夏言的负面新闻，什么校园暴力，什么猎人等级造假，各种真假难辨的黑料满天飞，粉丝们也纷纷倒戈，说对他太失望了，要取关。宋夏言这下彻底懵了，他拼命解释，这些事他压根就没干过。
可现在这种局面，光靠嘴说，谁还会信他呢？这下彻底玩完了。宋夏言的直播间直接被封，他在电话里哭得稀里哗啦，觉得自己比窦娥还冤。白恩夏这边也是一个头两个大，骚扰短信就没停过。本想打个游戏散散心，结果更气人的来了，眼看副本就要打完，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个路人，唰的一下把所有奖励全给截胡了。白恩夏气的差点把桌子掀了，这白明了就是故意找茬。宋夏言在电话那头提醒他，这事儿恐怕没那么简单，八成是那个杰克逊在背后使坏。白恩夏还没回过神，屏幕上又跳出一个通知，这回是真的没退路了。他的账号因为违规被永久封禁了，对方这是打算要把他们彻底赶尽杀绝啊！看着黑掉的屏幕，白恩夏这回是真的没话说了。这还没完，手机里的骚扰短信简直就是在他雷区上蹦迪，尤其是最后那句嘲讽，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白恩夏这下彻底不装了，这笑声听着让人心里发毛，摆明了是打算破罐子破摔。既然对方想玩阴的，那就看谁先玩死谁，这是打算彻底摊牌。白恩夏冷笑一声，行，那我就去宰了那个混蛋。听说白恩夏要去美国，宋夏言整个人都傻了，这姐们儿是认真的吗？为了这点事儿跨洋去杀人，简直太离谱了。宋夏言赶紧把他拉进咖啡馆，生怕这今天发言被路人听见。他还在那儿苦口婆心的劝说，虽然咱们现在确实挺麻烦，但也没必要直接杀到人家老家去吧。结果白恩夏冷不丁来了一句，他把我的号封了。宋夏言还没反应过来，白恩夏直接当场炸裂，那可是老娘辛辛苦苦打上去的钻石号。这下全咖啡馆的人都看守过来了，宋夏言吓得赶紧让他小点声，还说自己认识圈子里的人，找关系，说不定能把账号给弄回来。可白恩夏现在哪听得进去这些？这已经不是账号的问题了，这是尊严问题。他冷笑着说，光修好账号可不够，他必须得付出代价，把他变成死聆听者才叫完美。看着白恩夏这副表情，宋夏言这回是真害怕了，这哪是去讲道理啊，这分明是要去灭门啊。宋夏言还在那儿犯愁，美国那么大，咱俩人生地不熟的，上哪儿找人去啊？白恩夏倒是淡定得很，他说天无绝人之路，这不，他还有个二徒弟能帮忙，就是海伦娜，他可是正儿八经的 S 级死灵法师。海伦娜笑了笑说，杰克逊那家伙我熟得很，只要你们想见他，我有的是办法。白恩夏点点头，这事儿就算稳了。可旁边的宋夏言整个人都快裂开了，他怎么也没想到白恩夏口中的二徒弟竟然是这位顶级大佬。白恩夏还不忘补一刀，既然知道是师姐，还不赶紧打个招呼。海伦娜这一声师姐叫的宋夏言整个人都不好了，辈分这块算是被白恩夏给玩明白了。海伦娜倒是一脸淡定，她说想见杰克逊还不简单，根本不用咱们飞美国，我直接把他调到韩国来。宋夏言听得一愣一愣的，这跨国抓人还能这么玩？海伦娜冷笑一声，杰克逊那家伙底子脏得很，走私、人口买卖什么都干，只要在黑市撒点诱饵，他绝对会乖乖上钩。谁能想到这杰克逊背地里竟然这么烂？白恩夏这回算是给社会除害了。日子过得飞快，转眼2周时间就到了。按照海伦娜给的地址，他们来到了这处偏僻的码头仓库。寂静的夜里，一阵脚步声传了过来，正主终于露面了。来的人正是杰克逊，他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踏进了鬼门关。对方开口第一句就是问货带齐了没，这下好了，证据确凿，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用给他留了。海伦娜这回是亲自下场，拎着箱子就去会那个杰克逊了，这胆子也是真够大的。两人一碰头，海伦娜直接亮出底牌，说这就是你要的黑蝙蝠草。杰克逊看着还挺满意，回了一句不错。可谁能想到这货翻脸比翻书还快，唰的一下直接就把海伦娜给按地上了。杰克逊冷笑着说，看来我是被你们给看扁了，这附近明明就有埋伏，真当我这1级猎人是摆设吗？而且这所谓的黑蝙蝠草根本就是拿怪物骨头凑数的假货。杰克逊这下彻底露出了真面目，他说自己只对人骨感兴趣，而且还得是死在地下城里的那种。这下麻烦大了，海伦娜本想钓鱼，结果这回好像踢到铁板了。杰克逊这下是彻底摊牌了，他一边踩着地上的海伦娜，一边对着暗处叫嚣，躲在那儿的小老鼠们赶紧给我滚出来！不愧是 A 级猎人，这只绝确实够敏锐。白恩夏带着宋夏言慢悠悠地从阴影里走出来，杰克逊还没反应过来，这俩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白恩夏道是挺淡定，他说你刚才弄坏的那个可不是什么大活人，那是海伦娜亲手做的死灵，这手艺还是我教的呢，看着跟真人一模一样吧。白恩夏这番话直接把杰克逊的老底给揭了，他说看你刚才下手那狠劲儿，杀人这种事你应该没少干吧？既然大家都不是什么好人，那就别废话了。白恩夏指尖亮起紫色的光芒，语气瞬间冷了下去，大叔，你不是一直想找我吗？现在我人就在这儿，你有本事就来拿。杰克逊看着眼前的阵仗，还以为对方背后有什么大靠山，在那儿疑神疑鬼的打听。白恩夏听完直接笑出了声，觉得杰克逊简直是在胡言乱语，到现在还没搞清楚自己到底错在哪了。白恩夏越说越火大，原来他费这么大劲杀过来，竟然是杰克逊弄没了他的游戏账号。这理由听着挺荒唐，可白恩夏手底下的动作一点不含，紫色的魔法光柱直接砸了过去。杰克逊被这股力量震得连连后退，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惹上这种大麻烦，竟然只是因为一个破游戏账号。白恩夏这一招可没留情，直接让他闭嘴，说话注意点，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原来那账号对他来说根本不是一串数据那么简单，那是他熬了无数个通宵，好不容易才打上去的钻石段位，结果
全给这男人毁了。杰克逊听完更无语了，就为了这点破事闹出这么大动静，在他眼里，这简直是荒唐到了极点。既然道理讲不通，那就只能靠实力说话了。杰克逊这下是真的动了杀心，大老远跑这一趟，总得拿点命来抵债吧。杰克逊也不是吃素的，反手就是一个下马威。白恩夏根本没把这当回事，还特意叮嘱宋夏言，让他守好出口，别让这混蛋给溜了。可谁能想到，杰克逊找准机会，对着白恩夏就是一记狠招。这一下要是挨实了，命估计都要丢掉半条。宋夏言都吓坏了，眼看着白恩夏被砍中，血都溅了出来。杰克逊这下得意了，以为大局已定。结果下一秒，眼前的白恩夏竟然变成了一个破草人。这下轮到杰克逊傻眼了，打了半天，合着全是跟个假人在这儿费劲呢。白恩夏躲在暗处笑出了声，堂堂一个 A 级猎人，竟然连个替身草人都看不穿，这水平简直跟个菜鸟没区别。看他这一脸懵的样子，白恩夏决定再给他透点底，毕竟情报工作做得这么烂，活该被耍得团团转。为了能站到杰克逊面前，他可是没日没夜刷了2周副本，硬生生把等级干到了29级。现在的他已经是 C 级猎人白恩夏了。杰克逊还没从等级的震惊中缓过来，低头一看，刚才被自己砍翻的那些对手，竟然全变成了密密麻麻的蜘蛛。原来从一开始他就掉进了白恩夏精心布置的陷阱里，这下麻烦大了。白恩夏冷笑一声，热身运动结束了，接下来的才是重头戏。他随手一指，死灵召唤。刚才那些蜘蛛只是开胃小菜，真正的麻烦现在才刚开始。无数黑影从四面八方涌出来，一下子就把这地方给占满了。这阵仗摆明了是要把他活活耗死。杰克逊还在这儿嘴硬呢，觉得这种小把戏根本伤不到他。可话还没说完，他就发现情况变了，头顶上突然掉下来个大家伙，这玩意儿一落地，局势一下子就反转了。这下他是真的踢到硬骨头了，空间直接被撕开了一道大口子，这压迫感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佩内洛切慢悠悠地走了出来，听这口气，他被召唤出来已经等了很久了。这身打扮，再加上背后那几根发光的红爪子，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他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这地方根本不是他老家，正纳闷呢，结果一转头，他就看见了旁边的白恩夏。佩内洛切一下子就兴奋了，他直呼白恩夏怎么变得这么可爱。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个锁喉大抱抱。刚才还威风凛凛的白恩夏，这下彻底懵了。白恩夏赶紧把人推开，现在可不是叙旧的时候。佩内洛切导也上道，一眼就盯上了杰克逊。白恩夏直接下了死命令，7分钟之内必须解决战斗。佩内洛切笑了笑，这会儿他接了，这一身杀气可不是闹着玩的。杰克逊这下彻底看走眼了，他怎么也想不通，一个 C 级的白恩夏凭什么能使唤这种级别的怪物？直觉告诉他，再待下去命都要没了。堂堂一个 A 级猎人，竟然被逼的只能转头就跑，这要是传出去，他以后还怎么在圈子里混？可现在保命才是最重要的，他这一跑，事情可就变得更有意思了。想跑哪有那么容易？这一刀要是再偏一点，杰克逊的小命就交代在这儿了。旁边的宋夏言也被这阵仗吓得不轻，可还没等杰克逊缓过神来，他发现自己彻底动不了了。这红色的锁链直接把他捆了个结实。杰克逊这下彻底懵了，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白恩夏这回是真动真格的了，他说杰克逊这是自投罗网，这招脚都是肢环一出，两边的灵魂就彻底绑在了一起。这下麻烦大了，在这个圈子里，今天必须得死一个，不然谁也别想活着走出去。死斗模式正式开启，这可不是在开玩笑。在这个圈子里，只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去。杰克逊这下彻底急了，嘴里骂骂咧咧的，可现在放狠话显然已经没什么用了。佩内洛切根本不打算给他喘气的机会，从天而降的这一击力道大的惊人，地面都被震碎了。杰克逊只能硬着头皮接招，虽然手里还攥着短剑，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这种抵抗显得特别无力。佩内洛切一边打还一边嘲讽，说他是个没用的废物。看来这场等级悬殊的较量很快就要出结果了。杰克逊这回是踢到硬板了，这一连串的对拼，他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佩内洛切越打越兴奋，甚至还笑得出来。对他来说，这根本不是战斗，而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杰克逊引以为傲的招式，在这些红色利爪面前全成了笑话。这架打到现在，杰克逊完全是在硬顶，白恩夏的攻势一波接一波，根本不打算给他喘气的机会。可奇怪的是，这老哥明明受了不少伤，身体却在飞速好转。白恩夏一眼就看出了端倪，说他这是靠着称号在强撑。白恩夏一脸淡定，说他确实比预想的要抗揍，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这种恢复手段根本救不了他的命。杰克逊听完这话反而笑了，既然你这么识货，那你就该明白，今天想赢我，你是一点机会都没有。杰克逊还在那儿硬撑，他觉得只要这么耗下去，最后赢的一定是自己。可话还没说完，他就发现身体不对劲了，这血根本止不住，大口大口的往外喷。白恩夏在一旁冷笑，说自己忘了个最重要的事，刚才那些红色的利爪上面全都是见血封喉的剧毒，而且这毒发作的特别快。杰克逊现在连站稳都费劲，只能眼睁睁看着毒素在全身扩散。白恩夏看他快不行了，居然还有心思开玩笑，说既然都要到头了，不如来做个民意调查，是想变成无头骑士，还是想变成死亡骑士？白恩夏笑得特别开心，问杰克逊，你到底想变成哪种不死族？